我生完女儿大出血那天，重男轻女的公婆消失得干干净净。等到孩子满月时，他们却突然冒出来，拎着一副廉价的发黑的银镯子，还一脸骄傲地说：“我们村这可是男孩子才能戴的福气。”说完就往女儿手上套。没想到那破镯子竟然割破了女儿的皮，血都流出来了。婆婆却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，直接转头问我爸妈：“你们准备了什么满月礼呀？”我爸妈脸黑得不能再黑，当场甩出一张房产证、学区房。谁知当晚婆婆和嫂子竟找上门，说房子给女孩是浪费，干脆给我侄子。我冷笑，脸皮这么厚，估计就冲这学区房练的吧。得知我生了女儿，还因为大出血无法再生育后，公公婆婆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彻底没了音讯。庆幸的是，老公一直对我和孩子细心照顾，让我觉得没有嫁错人。公婆重男轻女的观念我早就领教过，他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家里没儿子就不算完整。他们家有2个儿子，因此在村里人面前腰杆挺得笔直。怀孕时，婆婆天天烧香拜佛，念叨着要让我像嫂子一样生个大胖孙子。每次念叨时，她还一边逗着亲侄子豆豆，满口喊着乖孙，叫得亲热得不得了。我听了心里直犯堵，忍不住开口道：“妈，现在的社会，儿女都一样重要。”婆婆却不屑地挑眉反驳：“怎么可能一样？”我无奈地说道：“我们家就我一个闺女，日子不是也过得挺好？”婆婆冷笑了一声：“你们家那样的，在我们村恐怕还不如老马家。”她随口提到村里老马家有5个闺女，老马去世后，全家被村里人欺负得像没根的草，5个女儿日子过得凄惨无比。我顿时无语，原来在婆婆眼里，我这个大城市来的独生女，嫁进他们家还算高攀了。她的思想真是像裹脚布一样，又臭又长。为了避免起冲突，怀孕期间，我干脆没让公婆过来伺候。生产当天，我经历了10个小时的阵痛，终于生下女儿。老公握着我的手，眼里含着泪水，哽咽着说：“菲菲，你太辛苦了。”我听着心里一暖，眼眶也湿润了。可下一秒，老公就被一旁的公婆拉走了。婆婆斜了我一眼，不屑地嘟囔：“就生了个丫头片子，真不争气，赶紧让你媳妇养好身体，明年再生个大胖小子。”公公跟着附和：“对对，这是得抓紧时间。”这话直接把我气得火冒三丈。难不成他们家有皇位需要继承吗？我正准备开口回怼，突然感觉下身一阵温热，眼前的景象渐渐模糊。等我醒过来时，老公双眼红肿，布满血丝，爸妈则一脸疲惫地守在旁边。老公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哽咽着说：“菲菲，你总算熬过来了。要是你出了事，让我们爷俩怎么办？”原来我因大出血被医生多次下病危通知，命悬一线。老公签字时手抖得像筛糠。我妈说，她甚至跪地向老天祈求，哭得像个孩子，一直喊着：“菲菲要是没了，我也不活了。”爸妈既担心我的安危，又怕她真会做傻事，心力交瘁。我听得鼻子一酸，心里庆幸自己总算没看错人。在医院休养期间，老公和爸妈轮流照顾我，公婆却从始至终没有露面。医生说，我的子宫因大出血受损严重，以后不能再生育。公婆的态度完全在我意料之中，我也不抱期待。转眼间，女儿的满月到了，爸妈一大早就赶来帮忙，和老公忙活了好几个小时，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。临近开席时，门铃响了，老公去开门，没想到是公婆来了。
他们的到来让我有种太阳从西边出来的错觉，比中500万还稀奇。婆婆一进门就抢过我怀里的宝宝，亲了好几口，还直接对着孩子的嘴巴：“乖囡囡，奶奶可想死你了，我的好孙女。”她这突如其来的热情让我措手不及，心里不是惊喜，而是后怕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我赶紧抱回宝宝，用儿童专用湿巾擦了擦他被亲过的地方。毕竟大人亲吻婴儿容易传播细菌，尤其嘴对嘴更危险。虽然对公婆没多少好感，但毕竟他们是来给孙女庆祝满月的，我也不好翻脸。吃饭时，婆婆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从包里掏出一个红丝绸包裹的盒子。她打开盒子，拿出一对银镯子，笑着给女儿戴上。这镯子可不便宜，男孩才佩戴呢。在我们村，小囡囡可是第一个戴银镯子的女娃娃，这可是生在我们老徐家的福气。她这话听得我直皱眉，什么意思？我女儿还不配戴个银镯子吗？我心里一阵不快，故意用筷子敲了盘子一下。婆婆却像没听见似的，继续笑着对我妈说：“亲家母，你们给小囡囡准备什么好东西啊？我爸妈今天来的时候没带其他东西，估计是个大红包。他们一向觉得送红包既方便又实在。”这时，我妈看了我爸一眼，我爸微微一笑，从西装侧兜里掏出一串钥匙和一本红色的房产证，郑重地放在桌上，竟然是房产证。他说：“菲菲，爸妈也没什么能耐，就给绵绵在水岸利福买了套50平米的小房子，虽然地方小了点。”我和老公都愣住了，连咽了好几口口水。水岸利福可是学区房，对口的是本市最好的小学、初中和高中，1平方米要好几万，还很难抢到，升值空间更是毋庸置疑。婆婆酸溜溜地接话：“哟，亲家真是大手笔呀，这小房子花了20来万吧？妈，这个价估计只能买个厕所。”我不客气地对了回去，婆婆的脸色顿时不太好看，而我心情却莫名的畅快。就在这时，怀里的绵绵突然大哭起来。我低头一看，她手腕上竟有一道红痕，甚至渗出了血珠。原来是婆婆送的银镯子切口没打磨好，划伤了宝宝娇嫩的皮肤。我心疼得赶紧脱下镯子，去房间找药。公婆却像没看见一样，自顾自地吃着菜。公公甚至不满地嘟囔：“养的也太金贵了吧，银镯子都能磨破皮，女娃就是没福气。”这话直接惹恼了我爸，他啪地摔下筷子：“亲家，这话可说的不对，女儿也是掌上明珠，我们菲菲是宝贝，她的女儿也是，她们金贵着呢。怎么了？”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。老公见势不对，赶紧起身送公婆离开。公公临走前还嘟囔：“一个破丫头片子，谁稀罕看？要不是老二。”她话没说完，就被婆婆狠狠瞪了一眼，才闭嘴不再多说。两人骂骂咧咧地离开了。我爸妈原本想上前理论几句，但外孙女的哭声让他们作罢。这场满月宴因为公婆的到来，彻底变得不欢而散。我们一家人看着绵绵被银镯划破的手腕，心疼得无以言表。老公更是显得焦躁不安，不停地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我们家向来注重讲道理，自然不会把气撒到他身上，只是反复叮嘱他，以后一定要好好照顾我和孩子。他连连点头保证，不会再让我们受委屈。等爸妈离开后，他突然低声说道：“菲菲，其实是我让爸妈来的。”这句话让我一下子明白了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。他那样的爸妈怎么可能主动来看孙女，还特意带上礼物？我想着满月是大事，他们过来你也许会高兴一些。
我还专门给了他们钱，让他们买一对金手镯。结果他停顿了一下，像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低下头，满脸愧疚，不敢看我。难怪看到那对银镯时，他的表情会那么难堪。这钱多半是被他爸妈截留了，用一对廉价的银镯敷衍了事。一股怒火在我心中翻涌，我真想骂他傻，可看到他那可怜兮兮的样子，话到了嘴边却咽了回去。毕竟他也是个受害者，摊上这样的父母，也算倒了大霉。老公很有眼力见，立刻一边削水果，一边抱着绵绵哄我：“老婆，是我错了，等我拿了奖金，给你们一人买一对大金镯子赔罪。”他滑稽的模样逗得我忍不住笑了出来。这件事也就算接过了。晚上，女儿难得早早入睡，我和老公正趁机刷手机放松。突然，门铃响了。我打开门一看，是嫂子和婆婆站在门外。小侄女满月了，我和你大哥今天忙了一天，这才过来，不算太迟吧？嫂子笑着递过一个塑料袋，里面是2套婴儿衣服。婆婆显得有些局促，说道：“白天绵绵的手腕划破了，我放心不下，过来看看。”白天的事让我心里还憋着火，没怎么搭理他们，倒了杯水就坐在一旁，懒得多说话。老公站出来接过话头，寒暄了几句，总算让气氛缓和了一些。嫂子一边夸着绵绵乖巧可爱，一边试探着说：“菲菲，嫂子今天来，还有点小事想和你们商量，肯定不难。”我和老公对视了一眼，他开口问：“嫂子，什么事？还不是豆豆，再过半年就要上小学了。你们那个学区好，能不能把绵绵的房子过户给豆豆用用？”什么？我瞬间提高了音量。那是我爸妈刚送给孙女的礼物，怎么这么快就被他惦记上了？绵绵现在还小，用不上，等以后再说呗。嫂子一脸理所当然的表情。不行，我当即冷下脸，拒绝的干脆利落。咱们是一家人，亲兄弟呢。菲菲，你别太见外，你一向最懂事了。嫂子笑得满脸无害，她这算盘打得够精明，拿着懂事来绑架我，简直让人气不打一处来。嫂子，亲兄弟明算账，我爸妈买房总共花了153万，零头我也不要，你们出150万，我立刻过户。嫂子的脸色瞬间拉了下来，语气变得尖刻：“老二，你好好想想，你媳妇以后不能再生了。我家豆豆可是陈家唯一的男丁，房子不给他，还能给谁？”嫂子说得对，女娃是赔钱货，房子留着也没用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你们难道想便宜外人？婆婆也在旁边帮腔：“老二，你快表态呀，别只顾着看你媳妇。”嫂子步步紧逼，这些话让我气得发抖。家里没皇位要继承，他们竟然还能这么理直气壮，真是脸皮厚到没边了。吵闹声把女儿惊醒，绵绵哇哇大哭，我心疼得直掉眼泪，怒火中烧：“滚！你们给我滚出去！”我抄起门后的棒球棍，气势汹汹地逼向他们。老公按住我的手，冷声说道：“绵绵是我们唯一的孩子，不讲究什么传宗接代，他的东西就是他的，你们不用操心。”说完，他干脆利落地把婆婆和嫂子推到门外。婆婆站在门口哭闹不止：“老二，你娶了媳妇忘了娘，也忘了祖宗。”老公冷笑一声：“那你现在把房子给豆豆吧，做个好榜样。”嫂子愣了一下，急忙说道：“那房子早晚是豆豆的，给你家干什么？谁的房子？得看我愿不愿意。”老公一句话呛得她说不出话。婆婆和嫂子在门外争得不可开交。我关上门，忍不住朝老公竖起大拇指。他这一招简直是妙到巅峰，没费几句话就让对方内部瓦解了。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绵绵渐渐长大了，我的产假也很快到了期限。爸妈原本打算过来帮忙照顾孩子，但一场意外打乱了计划。我爸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小腿骨折了，我妈得留在家里照顾他。我舍不得辞去工作，于是决定先请个保姆帮忙。妈妈非常支持我的决定，毫不犹豫地赚了5万块过来，说是用来请保姆，等爸爸身体恢复后再过来帮我。有了这笔钱，我开始挑选合适的保姆，刚面试了2个候选人。婆婆的电话突然打了过来，电话那头，她的语气少有的亲切：“菲菲呀，我想替你带孩子。”听到这话，我简直怀疑自己幻听了，连忙确认了几遍电话号码，确定没打错。她真的要来带孩子？菲菲，你怎么能把孩子交给保姆呢？你没看新闻上那些黑心保姆虐待孩子的事多可怕？再怎么说，我是绵绵的亲奶奶，难道还能害她不成？这话听起来好像挺有道理，但我心里还是存了几分疑虑。于是，我决定在家里装上监控，以防万一。然而，他接下来的话彻底让我断了念头。对了，你妈不是给了你5万块请保姆吗？就给我吧，反正你是要花在保姆身上的。听到这句，我顿时明白了他的用意。他所谓的带孩子，根本不是为了孩子，而是为了那5万块钱。我忍不住冷笑了一声，迅速敲定了一个看起来靠谱的保姆，免得夜长梦多。然而，就在保姆正式上工的前一天，婆婆带着大包小包上门了，硬是赖在家里不肯走。无论我怎么劝，她就是不肯松口。无奈之下，我当着婆婆的面将5万块转回给了我妈，并特意催促她立刻查收。转账成功后，我抬起头，微笑着对婆婆说道：“妈，钱没了。”婆婆听完这话，竟毫不在意，依旧笑容满面：“妈那天只是开个玩笑，你怎么还当真了？当奶奶的能不疼自己的孙女儿吗？”说着，她从包里掏出一堆玩具和衣服，装出一副诚意十足的模样。事已至此，我实在不好再拒绝她的好意，只好给家政公司打电话赔了违约金，让那位保姆另谋高就。刚开始，我对婆婆还是存了几分戒心，经常通过监控查看情况，但监控显示她对绵绵确实很好，渐渐让我放下了疑虑。婆婆的到来让家里多了一份热乎的饭菜，也帮我省了不少心。老公有一天坦白说，他起初也担心婆婆会对女儿不好，这几天心里一直悬着，现在看到她尽心尽力，反而觉得愧疚了。我和老公商量后，决定买一条金项链送给婆婆，表达我们的谢意。一天，我下班回家，刚进门就看到豆豆在客厅抱着冰箱里的酸奶，喝得正香。婆婆笑着解释道：“豆豆放暑假了，你哥和嫂子忙不过来，就让我带几天。菲菲，咱们老家有句俗话，一只羊是赶，2只羊也是放。我以前带豆豆都习惯了。二妈，我可以帮忙照看小妹妹。”豆豆天真的插了一句，还对绵绵扮了个鬼脸，把她逗得咯咯直笑。我摸了摸豆豆的头，从柜子里拿出几包零食递给她，心想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既然婆婆来了，总不能只管绵绵不管豆豆，嫂子那边也不好交代，多一张嘴吃饭而已。我们家也不是养不起，毕竟从血缘上讲，豆豆和绵绵是最亲的堂兄妹。为了给婆婆挑选项链，第2天中午我特意没吃饭，直接去了公司楼下的金店。刚付完款，手机就响个不停。你家闺女哭了2个小时了，嗓子都哑了，你快回来看看吧。邻居的声音急促而焦虑。我飞快赶回家，
刚进门就听到绵绵撕心裂肺的哭声，她的嗓音沙哑，哭得让人心疼不已。婆婆抱着绵绵在屋里来回走动，满脸无措的样子。你怎么回来了？见到我，她明显有些慌乱。我接过绵绵，刚把她抱在怀里，她就哭得更厉害了，担心女儿出事。我立刻带她去了医院，检查结果显示血液指标正常，但绵绵的哭声却依旧不停。医生建议进行全身检查。这时，婆婆悄悄拉住我，低声说道：“菲菲，这医院的医生竟是骗钱，检查一圈下来要花不少钱。我看绵绵八成是丢了魂。咱们村口那个婆婆一看一个准，几百块就能搞定。对呀，二妈，上次我病得很重，我爸妈花了几千块没治好，那婆婆给我喝了一碗水就好了。”豆豆在一旁补充得十分认真。我看着医生开的检查单，又低头看着哭得让人揪心的绵绵，最终还是决定先听从医生的建议。如果检查不出问题，再去找村口的神婆也不迟。绵绵被推进检查室后，豆豆喊着渴了，婆婆便带她去买酸奶。我独自留在外面，焦急地等待着检查结果。不久后，医生的表情变得异常凝重，将我叫了进去。他指着片子对我说：“绵绵体内有异物，需要尽快手术取出，并让我签字。”当我看到片子上的影像时，腿一软，几乎要昏过去。绵绵体内竟然有长长的异物，这究竟是什么？绵绵的身体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东西？那些东西藏在她的大臂内侧和大腿根部，都是最嫩、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。我强忍住颤抖签了字，同时拨通老公的电话，告诉他发生的一切。他立刻赶来，与我一起守在手术室外。手术很快完成。当绵绵被推出来时，我看到她小小的身体上满是纱布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护士端出一个盘子，里面竟然有6根沾着血的钢针。绵绵才不到半岁，这些天她到底承受了多大的痛苦？护士告诉我们，绵绵身上还有青紫的痕迹，像是被人掐过。她怀疑绵绵可能遭到虐待。我的脑袋嗡嗡作响，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上心头：会不会是婆婆和豆豆做的？可是他们平时对绵绵那么好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冷静下来后，立刻调出监控，查看邻居来电时的画面。视频内容让我心如刀割。监控里果然是他们一老一小联手干的。画面中，豆豆嘴里含着棒棒糖，而绵绵则对着他咯咯笑着，用小手去抓他的衣服。豆豆手里拿着一根闪亮的钢针，慢慢扎进了绵绵的皮肤。绵绵哭得撕心裂肺，而豆豆却毫无怜悯之心。最后2根钢针时，婆婆推门进来了：“赔钱货，上辈子就是来讨债的。我老婆子上个厕所都不得安生。”婆婆骂骂咧咧地说道。豆豆冷冷地回了一句：“老徐家的东西都是我的，他凭什么？”“对，都是我乖孙的。”婆婆一边附和，一边伸手在绵绵的胳肢窝和大腿根掐了几下，留下了大片青紫。原来他们根本不是想治好绵绵，而是想借机让她出事，好趁机抢走属于她的一切。老公看到这一幕，气得一拳砸在墙上，只喊着要教训豆豆。而我怒火攻心，眼前一黑，直接晕了过去。我将绵绵暂时交给我妈照顾，随即与老公怒气冲冲地直奔哥哥嫂子的家。开门的是嫂子，看到我们满脸愤怒的表情，她的神色瞬间变得慌乱，语气结结巴巴：“你们来干什么？”我没多废话，直接推开她，冲进客厅，一把揪住正在玩奥特曼的豆豆，狠狠甩了他2巴掌，把他打得愣在原地。几秒钟后，
豆豆才反应过来，捂着脸哇哇大哭。老公站在一旁，既没有阻止，也没有劝解，甚至握紧了拳头，显然也是怒火中烧。嫂子见状，急忙跑过来，一把将豆豆抱住，怒视着我：“菲菲，你凭什么打豆豆？凭什么？”我冷笑着说：“就凭他对我女儿做的那些事。”嫂子提高嗓门，试图反驳：“他还是个孩子，他能做什么？妈妈，我什么都没做。”豆豆一边含着眼泪，一边装出委屈的模样。到了这个地步，他竟然还敢撒谎抵赖。有的孩子是孩子，有的孩子就是畜生。我冷声说道：“你骂谁是畜生？”嫂子气得声音尖锐，指着我的鼻子威胁：“你最好给豆豆道歉，否则我就去你单位闹，让你没法工作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去啊，闹吧，看看有谁会相信你。”嫂子梗着脖子：“没证据你就随便冤枉人？我是豆豆的妈，我当然护着他。”我拿出手机，把监控视频直接放到他眼前。视频播放到一半，他的脸色已经惨白，嘴里却依然讪讪的辩解：“豆豆不是故意的，他就是跟绵绵闹着玩，闹着玩。”我冷笑着盯着他：“既然你觉得这是闹着玩，那我也陪你儿子玩玩。”说着，我从兜里掏出几根针，慢慢的摆弄着。嫂子顿时吓得挡在豆豆面前，尖叫着：“菲菲，你别太过分了，过分！”我冷笑道：“你倒是觉得我过分了，却看不出你儿子的恶劣行径。”这时，门口传来公公的声音：“住手！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”我转头一看，公婆和大哥站在门口。婆婆立刻冲到豆豆身边，一边检查他的脸，一边大声埋怨：“菲菲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，把我乖孙的脸都打肿了？老二，你怎么也不拦着他？狠心！”我冷笑：“你们才是真正的狠心。我女儿身上那些伤，你们有没有心疼过？”公公见气氛僵持不下，试图和稀泥：“老二，事情我也听说了，你们教训过豆豆，这事就算了吧。算了，绵绵还躺在医院，浑身是伤，我怎么可能轻易算了？不可能！”老公语气坚定，声音冰冷：“凭什么算了？”我怒不可遏，目光如刀。公公气得拄着拐棍狠狠戳地：“那你们想怎么样？难道要让我乖孙赔命给你那丫头片子？我只要她向绵绵道歉。”我咬牙说道。豆豆却毫不在意的冷笑：“我才不会跟赔钱货道歉，我就是扎他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送警察局吗？他们才不会抓我呢！”听到这话，我拳头攥得发白。他这番话不仅反映出他的冷漠，还表现出他对规则的蔑视。对，未成年人不用坐牢。婆婆在一旁得意洋洋地附和。我冷冷地扫了她一眼：“法律暂时管不了你，但我不会让你们好过。”婆婆顿时怂了：“菲菲，我也就是捏了她几下，没做什么大事啊，没做什么。”我冷笑：“你所谓的没做什么，就是纵容恶行罢了。”我掏出手机，开始编辑监控视频。这时，一直沉默的大哥终于开口了：“老二，我可是救过你的命，你就眼睁睁看着你媳妇毁了我儿子。”回去的路上，老公告诉我，他8岁时有一次发高烧，公婆不在，是大哥背着他翻过大山，走了30多里的送他到医院。大哥因为寒冷和劳累，鞋子跑丢了一只，脚被冻伤，不得不切掉了3个脚趾。那天，为了支付医药费，大哥甚至跪在地上磕头求医生，额头磕得鲜血直流，至今留下疤痕。从那之后，老公对大哥心存感激，觉得欠了他一条命。这种愧疚让他成年后对大哥一家事事帮扶。结婚后，我也陪着他承担了这些亲情债，年节礼物从不缺。嫂子家困难，我们常借钱接济，
甚至嫂子娘家需要钱也来找我们借。有一次，大哥欠下赌债，被讨债的人追到家，是我和老公拿出15万才帮他解围。这笔钱至今一分未还，这些年的有求必应，让他们误以为我们理所当然要接济，甚至连绵绵的房子也成了他们觊觎的目标。但我觉得该还的，我们已经还够了。最终，我被老公劝住，没有把视频发出去。但我坚持要求大哥带着豆豆来到医院，让他当面向绵绵道歉。豆豆嘴里挤出几句毫无感情的对不起，可绵绵还在昏迷，根本听不见。我妈在一旁心疼地抹着眼泪。临走时，豆豆竟然冷笑着对老公说：“二叔，你没有儿子，以后死了都没人给你上香，我一定会去你坟头撒尿。”听到这话，我差点没忍住，直接动手。晚上，我妈回去了，我和老公在病房陪着绵绵，她看着窗外，沉默了许久。这场闹剧让我们彻底和大哥一家翻脸，连公婆那边也闹得不欢而散。现在最棘手的问题是谁来照顾绵绵？菲菲，是我们家对不起你和孩子，我辞职带绵绵吧。老公低声说道，他的声音里带着浓浓的歉意。但我知道，这决定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。还是我辞职吧，你的事业正在上升期。我叹了口气，对老公说道，你的工作待遇好，将来再找一份同等的工作恐怕很难。我们还在纠结时，电话突然响了，是我妈打来的。菲菲，把绵绵交给我吧。她的声音带着疲惫，却透着坚定。现在我谁都不放心，只信我自己。她告诉我，爸的脚已经快痊愈了，要么接他来我们家，要么把绵绵送到他们那儿，他可以同时照顾2个人。挂了电话后，老公红着眼眶抱住我，声音哽咽：“菲菲，有你真好，谢谢你，也谢谢咱妈。”我也由衷地感到庆幸，自己嫁给了他。如果换成一个妈宝男，现在恐怕早已鸡飞狗跳，一地鸡毛。幸运的是，绵绵送医及时，没有造成颅内感染或其他严重后遗症，不久后便康复出院。为了更好地照顾绵绵，我爸妈搬到了我们家，每天下班回家都能闻到饭菜的香气，看见爸妈忙碌的身影。老公主动承担起洗碗、扫地和倒垃圾的家务，他说到做到，真的给我和绵绵一人买了一对金镯子，而原本打算买给婆婆的金项链，最终成了送给我妈的礼物。老两口还以孙女的名义给了我们6万块钱，平时天天抱着绵绵亲个不停，对她宠爱有加。绵绵最先学会喊的是瑶瑶姥姥和姥爷姥爷。我们一家5口其乐融融，日子过得平静又幸福。然而，这份幸福没持续几个月，就被一场噩耗打破了。绵绵丢了。当我妈哭着打电话告诉我绵绵不见时，我手里的当掉了一地。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整个人都懵了。那天，我妈推着绵绵出去晒太阳，忽然有人在后面喊她，说她的钱包掉了。那人追上来，把钱包递给她，还好心提醒她要注意安全。我妈刚说完谢谢，转过身却发现婴儿车里的绵绵不见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如坠冰窟，随即立刻往家赶。开车的路上，我一边打电话，一边发动一切能联系到的人展开寻找，采用10人4追法。同时，我让妈妈保持冷静，赶紧去物业调取监控，看看是否能拍到有用的线索。监控显示，一个穿着棕色上衣的女人抱走了绵绵。我迅速把截图发给所有帮忙寻找的人，并直奔火车站。大约40分钟后，表弟打来电话，说在客运中心找到了绵绵。
那个抱走他的女人已经被警方控制住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些，但眼泪却止不住地涌了出来。当我赶到警察局，看到绵绵安然无恙时，那一刻，我的眼泪像决堤了一样流个不停。然而，当我看见那个人贩子时，胸中的怒火又瞬间涌了上来。他低着头，眼神呆滞，表现得一副木然的样子。如果不是警察和老公拦着，我真想冲上去扎他几刀。像他这样的人，罪无可赦，千刀万剐都不解恨。然而2天后，我和老公竟然在街上再次见到他。我们怒不可遏地冲到警察局质问，警察无奈地解释道：“这个女人被诊断为精神病患者，无法定罪，只能关几天就放了。”精神病这个借口让我怒火中烧。因为绵绵失踪的事，我妈受到巨大的打击，当晚病倒了，现在还躺在床上。而这个所谓的精神病患者，却一句轻飘飘的诊断就能逃脱法律的惩罚。直觉告诉我，这次绑架绝非偶然。于是，我私下找了私人侦探调查这个人贩子的背景。侦探查到的线索让我不寒而栗。这个女人近期频繁与婆婆和嫂子联系，甚至因一些事情发生了争吵。争吵内容竟然是因为她办事不力，没能带走孩子，所以不给钱。我背后升起一股冷汗。虽然他们没有直接提到绵绵的名字，但我几乎可以肯定，他们指的就是我的女儿。但目前的录音和视频还不足以定罪，我需要更多证据。于是，我想出了一个办法。我找人假装在人贩子打电话时撞了他一下，趁机让他的手机掉在地上。如果荧幕没碎，我便不小心补上一脚。然后，我主动提出赔偿他一台新手机，带他去了我朋友的手机维修店。在朋友的高科技设备下，手机很快修好，但实际上，里面被植入了监控程序，可以同步他的微信记录和通话信息。几天后，我果然在他的微信记录中找到嫂子与他的聊天记录。嫂子不仅教唆他抱走绵绵，还信誓旦旦地表示，就算被抓，也可以利用精神病的借口脱罪。事成之后，嫂子承诺支付他2万块的酬金，并分成孩子卖掉的钱。然而，因为没能得手，嫂子1分钱也没给，两人因此吵了一架。更让我心寒的是，聊天中嫂子提到婆婆对我的不满，抱怨我只生了个女儿，不愿意把家里的好东西留给老徐家的男丁。她甚至在聊天里说：“绵绵就该死，这样豆豆才能没人争财产。”看着这些聊天记录，我怒不可遏。但知道这些证据仍然不足以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，于是我决定另辟蹊径。老公的大哥曾是个赌徒，虽然早些年戒赌，但对赌博的欲望始终没有完全放下。我买通了他的一位牌友，让他故意放水，几次下来让大哥连赢几把。每个赌徒心中都有一个靠赌翻身的梦，而我要做的就是重新点燃他那颗沉寂已久的赌徒之心。等大哥彻底沉迷于赌博后，我的牌友消失了1周。1周后，这位牌友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麻将室。为了这一天，我特意为他置办了一条粗金项链、1盒软中华烟，还有一套崭新的西装和皮鞋，将他打扮得像个暴发户。他一进门就开始散烟，但并不参与打牌，只是悠闲地抽烟微笑。他的异常举动很快引起了众人的注意，大家纷纷问他发了什么财，尤其是老公的大哥。起初，牌友只是打哈哈敷衍，等大哥单独问起时，他假意推脱，几次3番吊足了大哥的胃口。最终，他成功引诱大哥去了地下赌场。然而，就在赌场门口，
大哥突然停下脚步，无论牌友如何劝说，他都不愿再往里走。我猜，赌场留下的心理阴影暂时战胜了他的欲望和贪婪。既然大哥不肯迈进那扇门，我便将目标转向嫂子。我知道，嫂子最近为了豆豆上小学的事情焦头烂额，没有学区房，过户又被我拒绝，唯一的出路就是靠钱解决。正好，我有2个朋友也为孩子上学的事发愁，他们得知我家的遭遇后，对嫂子和婆婆早已恨得牙痒痒，主动提出帮我一把。于是，他们刻意接近嫂子，不断谈论优质小学的学费和招生情况，给她施加心理压力。为了增加嫂子的焦虑，他们甚至时不时在微信上提到，学位可能很快就要满了，如果不抓紧时间，孩子就得去普通学校。有一次，朋友见到嫂子，发现她鬓边的白发明显多了许多。嫂子一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另一方面没有工作，只能将情绪转嫁到大哥身上。这种连锁反应，最终成为大哥再次走进赌场的催化剂。刚开始，大哥在赌场里依旧保持了守气旺的状态，继续赢钱。毕竟，如果一开始就输光，他可能会立刻收手，之前的铺垫就白费了。这些钱都是我暗中投入的，花掉了我多年的积蓄，但只要能彻底断绝他们对绵绵的威胁，我觉得再贵也值得。与此同时，我还做了另一件事，蹲点观察豆豆的学前班。对我女儿那么狠心的孩子，在学校里绝不可能是善类。我坚信，只要仔细观察，总能找到他的黑料。没过几天，我果然看到他在放学时故意推倒前面的一个小女孩，直接将女孩的额头磕出一个大口子，小女孩哇哇大哭，鲜血直流。我站在一旁看得心疼不已。很快，小女孩的父母赶到，而婆婆也正好来接豆豆。女孩的家长态度很礼貌，希望婆婆能带女孩去医院，并要求豆豆道歉。然而，豆豆不仅死活不肯道歉，还理直气壮地骂女孩活该，理由是她挡了自己的路。更可气的是，婆婆非但没有责怪豆豆，反而轻蔑地对女孩的父母说道：“你们应该感谢我孙子，女孩子小时候破相一次，长大后才会更漂亮，不然怎么嫁人？她甚至恶人先告状，为啥我孙子不推别人，偏偏推你家女儿？一定是你家丫头片子有问题。”这话彻底激怒了女孩的父母，双方争执不休，而我则默默录下了全过程，心里暗笑，完美。后来听说大哥带回家7、8万块钱，豆豆上学的问题总算解决了。我的朋友告诉我，嫂子最近神气的不行，到处炫耀自己男人赚了大钱，还说自己未来有望成为阔太太。朋友们不断迎合她的虚荣心，把她哄得飘飘然。看着她得意洋洋的模样，我并不着急，反而想再让她高兴几天。摔得越高，跌得才越狠。果然没过多久，大哥在赌场的好运气开始逆转。起初他只是有输有赢，但后来输得越来越多。即使如此，他已经被赌博的欲望控制住，根本停不下来。最终他输得精光，为了继续赌，他向牌友介绍的高利贷公司借钱，毫不犹豫地签下借条，甚至将家里能抵押的东西全部抵押出去。一开始他还赢了几次，这让他对翻盘充满信心，但最终他输得一干二净，甚至连房子都赔了进去。听说他甚至提议用嫂子抵债，但对方根本不感兴趣。豆豆开学前5天，一群高利贷催债人突然闯入他们家，开始搬东西。嫂子试图阻拦，但对方甩出一沓借条，冷冷地拍在他脸上。嫂子瞬间瘫坐在地，拍着大腿大哭，
命苦啊！我怎么这么命苦？我站在远处，冷眼看着这一切，心里既高兴又觉得还不够解气。没过多久，嫂子接了一个电话，挂断后脸色如死灰，转头对豆豆拳打脚踢，一边哭一边骂自己的命苦。不用猜，我也知道那是谁的电话。果然是优质小学打来的，通知他豆豆被拒绝录取，学校对自己的名声极为看重，品德有问题的孩子哪怕给再多钱也不会收。当然，这件事里我也动了些手脚。我将豆豆推小女孩的视频发给了一位做自媒体的朋友，朋友非常谨慎，将视频里所有人的脸都打上马赛克。但即便如此，热心的网友很快扒出了豆豆的底细。学校得知后，自然不愿接收他。嫂子交的6万学费被学校退了回来，大哥想用这笔钱还赌债，嫂子却坚决不同意。两人为此发生了激烈争吵，甚至大打出手。最终，大哥被嫂子打进了医院。大哥住院后，嫂子几乎不去探望，照顾他的是公婆。嫂子偶尔出现，也只是为了逼大哥签字离婚。公婆不同意，但嫂子3天一大吵，2天一小闹，把他们折腾得筋疲力尽。与此同时，高利贷的人依旧频繁上门催款，逼得嫂子精神几近崩溃。就在这一天，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，我和老公正打算带绵绵出去玩，刚一开门就看到婆婆和豆豆站在门口，表情可怜巴巴，像是专程来求救的模样。婆婆一进门就开始嚎啕大哭：“老二，你得帮帮你大哥呀！他欠了100万高利贷，房子都卖了，还差50万没还清呢。”显然，他们这时候终于想起了老公这个二儿子。老公低着头没吭声，但婆婆猛地拉着豆豆跪了下来，哽咽道：“老二，你要是不帮忙，我今天就不起来了。”老公顿时慌了，连忙跪下扶他们起来，声音颤抖：“妈，您快别这样！”婆婆哭得肝肠寸断：“老二，你大哥当年救过你一命，现在他有难，你不能袖手旁观啊！做人得有良心啊！”婆婆一边抹泪一边指责，仿佛这是天大的道德绑架筹码。豆豆也哭着央求：“二叔，求求你帮帮我爸爸吧！”老公转头看向我，眼眶发红，眼中满是犹豫与不忍。菲菲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心里早已预料到他会被这场亲情大戏弄得心软不已。他改不了这个软肋，我甚至想骂他是个大笨蛋。可是谁让他对我那么好，我又爱他呢？但爱归爱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亲情压榨一辈子。于是我冷静地笑了笑，把人贩子和嫂子的聊天记录递给他，轻声说道：“如果你看完这些还不清醒，那我们的爱也需要重新考虑了。我并不是想拿女儿和她的亲人比较，而是希望她能明辨是非，明白有些亲情一旦变成无底洞的负担，就不该再妥协。”老公看完记录后，沉默了整整1分钟，接着他站起身来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妈，豆豆，你们回去吧，大哥的事我不会管。”他的语气前所未有的坚定，甚至让我有些意外。婆婆听完，瘫坐在地上，捶胸顿足地嚎啕大哭：“老二，你真是没良心啊！从今天起，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。”豆豆也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，跪着求老公：“二叔，求求你帮帮我爸爸吧！”可不论他们怎么哭闹，老公始终没有动摇，坚定地维护着自己的立场。我站在一旁，忍不住在心里暗暗给他竖了个大拇指。这次终于脑子没坏掉，对待伤害自己的人，心软无异于纵容他们继续作恶。他终于想通了这一点。婆婆哭喊着离开，临走时撂下狠话：“
以后别指望我们老徐家认你。”那天晚上，老公抱着我，落下几滴眼泪，语气中满是释然和苦涩。菲菲，我不是个好儿子。我轻轻拍着他的背，柔声安慰：“你是最好的丈夫和父亲，这就够了。”从那以后，老公几乎与公婆和大哥一家断了来往。不过，他依然每月坚持给公婆打2000块钱赡养费。我知道这件事，但从未阻止，这是他的责任，尽了也无妨。如果他选择不管，我也不会有意见。至于大哥，出院后在高利贷的逼迫下，同时打了3份工，拼命偿还债务。而嫂子和他又吵了几次后，最终彻底离婚。离婚后，嫂子没有带走豆豆，豆豆被留在了公婆身边。为了帮儿子还债，婆婆开始去饭店刷盘子，公公则做起了社区保安。闲暇时，两人还捡废品补贴家用。而豆豆因为推小女孩的视频事件，成了社区里的笑柄。其他孩子的家长纷纷警告自己的孩子不要和他玩，导致豆豆在学校被孤立无援。大哥把生活的不顺全都归结到豆豆头上，一旦不如意，就会把他痛打一顿泄愤。这个孩子的日子过得无比凄惨，而我们一家3口的生活却是另一番景象。绵绵一天天长大，变得越来越活泼可爱，像一只欢快的小松鼠，总是带给我们无尽的欢乐。他甜甜的笑容让我感到无比满足，也更加坚定了守护他的决心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我买的彩票中大奖了，全家喜气洋洋，只有婆婆不大高兴。几天后的晚上，我发现她偷偷跑到我房间，换走了我的真彩票。1个小时后，我趁她熟睡之际，又把彩票换了回来。第2天，婆婆跟我说：“我们不是占便宜的人家，你们去做个财产公证吧，自己的钱归自己管。”老公窃喜：“行啊，老婆，我不贪你的钱。我和老公吴德是绝对的门当户对。我家没什么钱，但我大学毕业，在做线上教育老师。吴德没上过大学，但是家里在本地有房有车，他在朋友店里帮忙，拿固定工资。我们都有个发财梦，但我仅限于做梦。吴德却把发财当成了人生目标。他喜欢打麻将，说自己以后要去澳门当雀圣。我偶尔喜欢买几张彩票，图个乐呵。可这天，我买的彩票中了大奖，全家上下确认了好几遍。没错，大奖3000万，所有人都特别兴奋。吴德说自己要立马去买一辆豪车，开到公司门口，让自己当老板的朋友下不来台，让所有员工都敬仰他。我爸妈也替我高兴，让我好好安排，留好养老钱。只有婆婆冷脸看着这一切，她似乎是有点不高兴了，向下扯着嘴角，阴阳怪气地对我说：“千兰，你真是沾了我们老吴家的光了。”什么？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。我说：“我们老吴家的人是有福气的，没有我和我儿子的福气，你怎么会中奖？”这是又要开始找茬了。他一直觉得我配不上他儿子。妈，你们家要是真那么有福气，怎么吴德打牌从来没赢过？婆婆眼珠子顿时瞪得比牛眼珠子还大，福分都被你吸跑了。这彩票本来应该是我的，真是离谱。我懒得搭理他，耐心地对吴德说：“兑完奖金，我们再研究怎么安排，不要铺张浪费。”吴德立马不高兴了：“你什么意思？就是不想给我买豪车呗？我们应该好好规划理财，3000万买房买车就所剩无几了，以后还要生小孩，还要养老。”吴德怒气飙升：“好啊，你当初嫁给我的时候贪我房子贪我车，现在你有钱了就不想给我花了。”我急得拉住他的手腕：“不是的，你听我说。
这时，婆婆却站起身，眼睛死死盯着彩票。她打断我的话，要我说：“你们年轻人最不适合管钱了，这彩票拿给我保管吧。”我笑了笑：“不用了，妈，我自己可以管好。那万一你都给霍了呢？您还是劝劝吴德吧。想乱花钱的是他，那就先别兑奖，等咱们商量好了再去拿钱。”吴德气鼓鼓地坐在沙发上，婆婆头一歪：“可以晚点兑奖。”“对呀，6天有效期呢。”婆婆思索片刻：“我看晚点兑奖也挺好，让这福气在家里多散散。”晚上我在卧室里跟吴德解释，婆婆在门外把她叫走了。半晌，她回来后态度大转变，像换了一个人一般。千兰，我妈想给彩票拍张照，发个朋友圈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很不舒服。就在我犹豫的片刻，婆婆不请自来，怎么还不把彩票拿给我？怕我私吞了不成？她不说这句话还好，她这话一说出口，我反而开始怀疑她了。我把彩票递给她，她当着我的面拍了张照片，然后又把彩票还给我。给你，可宝贝好了，弄丢了别怪我。吴德一晚上都好言好语地哄我，好像有什么预谋一般。而婆婆就更奇怪，说发朋友圈，却没见着影子。这样看来，她给彩票拍照是另有企图了。第3天，吴德开始疯狂刷手机，看豪车，婆婆也高兴地看各种奢侈品。哎呦，一辈子没享过福，没想到老了，要扎儿子光喽。明明是沾我光。吴德故意上班很晚，他说他就是要看朋友训斥他，然后过段时间有钱了，咸鱼翻身给他看。婆婆一天没着家，不知道在外面忙活什么。朋友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让我晚上不要睡，帮他带一堂海外中文口语课。我无聊地刷着各个群，一个兼职群发来一条奇怪的消息：网友甲，你们说好笑不？居然有人找我做一张假彩票。网友乙，什么彩票？网友甲，就是前几天开奖的大奖彩票，3000万呢。网友丙，好家伙，这是要做好了骗谁去呀？网友甲，不知道啊，一个老太太，可能是做完了搞恶作剧吧。网友乙，现在老太太真会玩。网友甲，可不是吗？你们看这老太太长得就挺搞笑的。紧接着，她在群里发了一张监控截屏，我定睛一看，这不是我婆婆吗？看来我还真没猜错，她给彩票拍照，果然另有所图，还骗我说发朋友圈，分明是要跟我玩狸猫换太子。好啊，既然你喜欢，那我就陪你玩。当天晚上，吴德回来后对我百般讨好，居然睡前还哄着我喝一杯热牛奶。往日这些东西哪里轮得到我喝？婆婆会盯着他一口干优，一滴都不会留给我的。我举着杯子说：“哎呀，老公真好。”然后假装要喝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趁他不注意，往嘴巴上擦了点牛奶，再一把将热牛奶倒进了花盆里。我回头伸出手，把杯子递给他：“谢谢老公，真好喝。”吴德高兴地接过杯子：“哎，好喝，以后天天喝。”哼，这牛奶里要是没有安眠药，我出门就被啄木鸟啄破头。半夜12点，我开始装睡，其实紧张的要死。熬了不知道多久，吴德静悄悄地起床了。5分钟后，她带着婆婆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。婆婆小声地问：“她给放哪了？”吴德说：“床头柜充电宝下面压着呢。”说罢，婆婆拉开我的床头柜，我故意翻了个身，哎呦了一声，2个人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几秒钟后，吴德还跑过来试了试我的鼻息，他怕是恨不得我现在就死掉吧。这死东西，吓死我了！婆婆抚摸着自己的胸口，
然后偷偷换走了我的彩票。儿子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把彩票藏在电视机后面那个缝隙中，咱们天天都能看到，可别让他发现了。吴德兴奋地点着头，放心吧，妈。婆婆又说，你公司那个有钱的小姑娘追上了吗？赶紧跟她说，你妈彩票中奖了，快了快了。你就放心吧。我双手紧紧攥住床单，原来吴德看上别人了呀，难怪他那么心急的要向公司同事证实自己的实力。我真想现在跳起来给这母子俩一人一个大耳刮子，但我不能这么便宜了他们。现在起来闹，就算是离婚了，奖金也要分给吴德一半。我要让他什么都拿不到。折腾了很久，这两个人才安静下来。吴德悄悄钻进被窝，他看了看我，嘟囔了一句：“什么档次？跟我一个被窝？”我忍耐了很久，胸口的怒火马上就要变成火球炸出来了。吴德发出了满意、舒服的呼噜声。我推了推他：“狗东西，你睡着了吗？”他没有丝毫反应。我光着脚，偷偷走到客厅，靠着手机微弱的灯光，我找到了电视机后面缝隙中的彩票，然后我把真假彩票调换回来。可我刚在客厅电脑桌前坐下，婆婆就忽然从卧室中冲了出来。“你干什么？”她惊恐地冲我喊。我回头看了看她，“我有课呀。”她眼神飘忽，看了看电视，又看了看我。“怎么了，妈？这么晚了，你想看电视吗？”“不是，我就是睡不着。”“起来，起来，擦擦灰。”婆婆找来一块抹布，在电视机附近装模作样的擦了起来。她看到电视机后卡住的那张彩票后，才放心的打算离开。哎呦，忽然又困了，她伸了个懒腰。她拉着拖鞋回去睡觉了。第二天，我回了爸妈那边，我把发生的所有事都跟爸妈讲了一遍。爸爸很冷静，他说：“现在无论如何，他都不会跟你提出离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无论彩票在谁手里，都涉及财产分割，已经是既定事实了，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。”我垂头丧气，真窝囊啊！我竟然要给这种人分钱，所以我们先不要对讲，看看事情如何发展。可是爸妈都多虑了。他们太高看吴德和婆婆了。那天我回到家，婆婆就找我谈话。她跟我说：“我们不是占便宜的人家，你们去做个财产公证吧，自己的钱归自己管。”我挑了挑眉，这样的话，如果她真捏着真彩票，那我岂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？真是好计谋啊！我回头看了眼吴德，他连连点头。我觉得妈说的对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能拿女人的。我要靠自己的双手发家致富。就这样，我们做了夫妻财产公证，无论生老病死还是离婚，都不会去分割对方的财产。拿到公证书的那一刻，婆婆高兴得手舞足蹈。我仿佛看到她身边开满了鲜花，在灿烂的阳光照射下，欢快地跳着舞。她成了个满脸皱纹70、80岁的少女，丑陋而搞笑。我也跟着她笑。婆婆走过来，不怀好意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千兰啊，妈真替你高兴啊！自己的钱掌握在自己手里，这话听起来很让人心烦。”因为婆婆最讨厌我的一点，就是赚钱比吴德多。吴德一个月2000块工资，但是顶着一张帅脸，一直找不到心仪的女朋友，直到遇到我。在这个不大的城市中，像我这种工作自由，一个月能拿到5位数以上的女孩子并不常见，所以吴德当初可能就是看中了这点，对我展开追求。婆婆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个美人，天妒红颜啊！我们美人胚子总要遭受贫困之苦。其实我看过她年轻时候的照片，不好看，甚至是有点丑。倒是已过世的公公确实是个帅哥，所以吴德才有这张脸。
婆婆想让吴德找个有钱的老婆，可天不遂人愿。婚后，她多次闹着要管我的钱，都被我拒绝了。她想要的东西太多了，就算是把我的工资都给她，也根本不够她花。我的节俭和她的铺张浪费形成了强有力的对比，仇恨慢慢滋生。如果真的被她换走了彩票，恐怕3000万也根本不够她花。千兰，你马上就特别有钱了，还不赶紧给自己置办点好东西？我笑着摇了摇头，不了，妈，钱还没到手，我不想铺张浪费。哎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板上钉钉的是花，妈哟，支持你花。我歪了歪头，真的吗？妈，那我们一起，你花我也花。婆婆一听我这话，高兴得破马张飞。她把家里唯一一套房子抵押了出去，然后又东拼西凑借了好多钱。吴德更是胆大包天，四处小额贷款。母子俩也确实精明，并没有急于去兑奖。他们知道，如果立马跟我离婚，然后去换钱，一定会被我告上法庭。彩票是我购买的，我有付款记录，彩票站也有出票记录。只要我一告，他们必输无疑，不但要把彩票退还给我，还会因为盗窃被判刑，这可不是小数额。所以他们一定希望我按捺不住去兑奖。到了彩票站，发现彩票是假的，我就会开始跟彩票站来回拉扯，最后只能不了了之。等这件事情过去后，再想个由头和我离婚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我的世界中，拿着3000万潇潇洒洒。可是我怎么会让他们如愿以偿呢？和吴德结婚这3年，少说他也花了我20万了，我必须把这钱要回来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婆婆比我想象中的更恶毒。她不但想看我人财两空，还想引诱我欠下巨额债务，所以她不停地撺掇我高消费。好啊，既然她这么喜欢买，那我就陪着她好了。我把真彩票放到我爸妈那边保管，陪着吴德和婆婆去看车、看包、看化妆品。吴德相中了一台100多万的跑车，婆婆相中了无数个包包、化妆品和昂贵的服饰。2个人还订了豪华游轮，大手一挥就是24万。哎呦，千兰啊，你看妈虽然订了3张游轮票，可是其中并没有给你的呀。她故意挑眉气我，我也不恼，好奇地问她：妈，您怎么忽然这么有钱了？中奖彩票是我的，我还没答应给你钱呢。她不悦地翻了个白眼，哼，我就知道你没那份孝心，我也不指望你给我钱，那您这么花，不怕还不上吗？婆婆推了我一把，自顾自往前走。都跟你说了，我们老吴家是有福气的，之前被你吸走了福气，现在你和小德 AA 制了，那福气就回来了呀。难道你买彩票也中奖了？婆婆身体一顿，在脑海中四处搜刮借口。我们老家有房子拆迁中了，拆了多少钱？我穷追不舍，拆了3000万。哎呀妈，那可真是祖先显灵啊！我拍手叫好。那你可要好好享受啊，豪华游轮哪够？我知道更厉害的事情。他顿住脚，回头好奇地看着我，整容啊？你不知道多少人去国外整容，回来后整个人返老还童，60岁看起来就像26。婆婆双眼冒光，真的吗？还有70几岁的女明星，谈的男朋友都是30岁不到，全只凭一张脸。婆婆喜上眉梢，她觉得自己的人生马上就要到达巅峰了。于是她开始天天科普整容相关知识，畅游在各大社交网站中装富婆、装年轻。她说自己是40岁的年轻丧偶富婆，还真有不少人上钩。她还会去各大男模直播间跟人家争榜1。男模要求线下见面，想圈她更多钱，
他跟人家说，等等，3个月以后我就跟宝贝见面。其实他约好了去国外换头，这几天就要走了。婆婆开销太大了，半个月下来，她单方面花掉了奖金150万。吴德怒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听见这母子俩躲在洗手间吵起来了。妈，你花的也太多了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不能去跳跳广场舞吗？婆婆甩了吴德一个耳光，反了你了。如果没有我，你能买豪车，一共3000万，我花个几百万怎么了？可是钱还没到手呢，你怎么敢花这么多？怕什么？你这个废物！这几天我去国外弄脸，你就在家撺掇千兰赶紧去兑奖，然后让他闹一通，找个理由离婚。哎，真是个好主意，妈，还是你英明。婆婆走的那天晚上，吴德似乎有话对我说。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他坐到了我身边。老婆，你看什么呢？我指了指电视说，我在看一个电视剧，这里面的男主角其实是甄少爷，认亲后成了有钱人，可是还是那么怂。他都那么有钱了，还跑出去给人家打工，他就不能直接把饭碗砸到欺负他的老板脸上吗？这样他喜欢的女人也能高看他一眼，说不定还会直接爱上他。吴德眼神闪烁，男人这么做，女人会喜欢。当然了，我坐直了身体。女人都喜欢勇士啊，更何况是有钱的勇士。吴德在沙发上思考了很久，我走了他都不知道。第二天，我接到了他们公司老板打来的电话。吴德上班吃午饭的时候，把饭碗扣在老板脸上了，并打骂老板：老子现在有钱了，3000万，你有吗？你居然还使唤我帮你递筷子。老板一边从头发上往下拽米饭粒，一边没好气地问：小德，你疯了？小德！吴德气得跳上了桌子。小德也是你叫的？你什么档次？老板彻底生气了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不是我，你早就去捡垃圾吃了。我看在我们小学同学的份上才收留你。我不管你是不是有钱了，你今天这么做就是不对。你能拿老子怎么样？你立马给我滚蛋！公司不要你了，不要就不要。你当老秃子还想留下来？你看不见老子开的车都要100多万吗？你有吗？就这样，吴德被开除了。千兰，你别怪我把你老公开除了，他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没事，我不怪你。他说他有钱了，哪来的钱呢？他妈说老家拆迁给了3000万。我呸！他老家穷乡僻壤，3000都给不到，还3000万。老板跟我说，吴德走之前送了公司女同事一条特别粗的金项链，让我观察观察他是不是出轨了。我要了一些公司的监控录像。好家伙，哪里是单纯送了一条金项链？他趁婆婆不在家，把婆婆买的那些奢侈品一样样全送过去了。几十万的东西啊，不知道婆婆知道了会不会发疯。晚上，吴德回来后喜气洋洋，他拉着我聊天：千兰，你怎么还不去兑奖？你看我和我妈过着有钱人的生活，多快乐呀！我唉声叹气，不是我不想兑，是我对不起呀。他戒备地问我，什么意思？我去彩票总站问了，人家说金额这么大，必须先付手续费。吴德愤怒地站起身，什么？还有手续费？这不是敲诈吗？我摆摆手让他坐下，肯定是看我中奖了，想捞点好处嘛。那他们要多少？我伸出一只手，50万，这么多？我觉得也不多了。3000万的中奖彩票，人家要个50万，总比一分拿不到的好。他们那么多人，我真怕他们现场撕毁我的彩票呢。那怎么办呢？不知道啊。我想，反正我也不着急花钱，就先不对了。什么叫不着急？吴德急了，怎么能不着急？
还有20天彩票就过期了，过期就过期了。可能我真的没有这个发财命吧，反正我肯定是拿不出来50万的。吴德急得咣咣跺脚。行了，我帮你想办法。其实50万，我是计算过的，结婚2年，他和他妈花掉了我30万，再加上每年10万的青春补偿费，白白做了2年老妈子，难道不用给工资的吗？那天晚上，吴德又躲进了卫生间，给远在国外的婆婆打电话，给她儿子，咱们3000万呢，不差这50万。做男人，快刀斩乱麻。哎，好，妈，都听你的，快刀斩乱麻。第2天，吴德给我汇款50万。我看着手机转账记录，眉头紧锁。老公，我们都做了财产公证了，我不好白拿你的钱呀。那你以后再还我。呸，你可真够不要脸的了。我笑着打开电视，上面开始播放他在办公室送女同事礼物的画面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吴德不但没害怕，反而愈加嚣张。我看上别人了，怎么着吧？你说婚内出轨，上法庭，会不会判你净身出户啊？你放屁，我们都做过财产公证了，是吗？那我可以追讨这些年花在你身上的钱吧？本来就没什么法律常识的吴德，被我问得一愣一愣的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他高高的昂起头。我从包里掏出2份离婚协议。我想跟你离婚，你转给我的50万，作为你给我的经济和精神补偿。吴德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就这？我笑了。对呀，我有3000万中奖彩票呢，我怕什么？他猛地抬起头大笑起来。哈哈哈哈，是啊，哈哈哈，你有3000万呢。好，我签，不就是50万吗？都给你。我们签好离婚协议之后，又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证，彻底成为了陌路人。千兰，离开我你会后悔的，以后有什么需要求我帮忙，我都不会管你的。我笑着看了看他，哟，你什么档次啊？我还能够得上求你帮忙？哼，你什么档次，也配及我当2年老婆？说罢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回到爸妈家后，我们3个人立马去领取了奖金。早在2周前，我们就带着身份证办理了所有预约手续，恰好这天来领钱。那天晚上，我正和父母计划着如何安排这笔巨款，婆婆的电话就打了进来。哼，我儿子总算把你踹了，早看你不顺眼了，整天炫耀自己赚得多，你赚的那块8毛的也能上得了台面，你知道吗？我儿子找的新女朋友已经怀孕1个月了，你嫉妒不？吃醋不？生气不？我告诉你，都没有用，你这个扫把星，离了我们老吴家，你一点福气都没有了，就等着倒大霉吧你！我从他话里话外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了，他实在是太想直截了当地告诉我，你对不出来讲了，哭去吧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真的认为自己换回彩票只是我的一个梦。我又打开手机，看了看余额，数了几遍，不是梦，是真的。忽然这么一刹那，我委屈极了，趴在妈妈肩头哭了很久。妈妈拍着我的背对我说：“别哭，都过去了。”爸爸抽着烟，千兰不是一直想留学吗？你看这些钱够不够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的？生活在这一刻充满了希望。爸爸妈妈说，他们什么都不想要，只想看着我幸福，顺便再沾一沾我的光，看看这个世界。我点点头，泪水划过面庞。去，我们一起去。几天后，我在填报表格的时候，收到了以前邻居的消息。她说我前婆婆回来了，搞得人不人鬼不鬼，脸肿得像泡发的馒头，很是吓人。但她耀武扬威，说自己返老还童了，一群小年轻追着要跟她谈恋爱，邻居们都懒得搭理她。她也自视甚高，
也毫不理会跟她打招呼的人。3天后，我刷视频，不停地刷到同一个内容：五旬整容老太大闹彩票总站，老太太拿着自己做的假彩票，要求彩票站兑奖3000万。我七拼八凑地看了几个视频，终于把事情的完整面貌在脑海中还原出来了。钱婆婆回来后，带着老公偷偷去兑奖，到了彩票站，被工作人员告知，这个奖早就兑过了呀，人家钱都拿走了。婆婆勃然大怒，她那个彩票是假的，你们怎么能给她兑奖？工作人员一头雾水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我们有机器可以验真假，真要是你这么说，那岂不是早就乱套了？钱婆婆气得脸孔涨得通红，本就没恢复好，这下更肿了，越肿越痒，越痒越急。钱婆婆一边抓耳挠腮，一边对工作人员破口大骂。工作人员好心劝解，如果您对我们的工作有疑问，可以走法律程序，但是您再闹的话，我们就要采取措施了。采取什么措施？老娘是3000万中奖得主，老娘有3000万，你们敢对我不尊重？结果人家还是不尊重他了，喊来了几个保安，把他和吴德全给丢了出去，活像2坨大垃圾。那天晚上，钱婆婆和吴德闹到了我家，她瞪着牛眼珠子质问我：“你跑去兑奖了？”我笑着回答：“对呀，我肯定要兑奖的呀！你怎么可以兑换成功？我为什么不能兑换成功？我买的彩票，我中的奖。”钱婆婆眉头紧锁。我妈笑着问：“小德新媳妇咋样了？什么时候预产期呀？”吴德磕磕巴巴地回答：“还早呢，才怀上没多久。”“哦，那领证了吗？可别让孩子上不了户口。”钱婆婆生气地把茶杯往茶几上重重的一放：“不关你们的事，少打听。小德，我们走。”吴德回过头来，千万般不舍地看着我。我挥了挥手：“照顾好你媳妇啊，祝你幸福。”他不舍的是我，还是我口袋里的3000万？很难说。听说他新媳妇挺做的，上房揭瓦，下房拆家。第2天，那个兼职群又发来了消息，还是那个人。你们说奇怪不奇怪？那个上次找我做假彩票的老太天又来了。这次多大金额的呀？这次老太太做了张5000万的假彩票，她还夸我手艺好，能以假乱真。你可小心点，真出事了，她赖到你头上。放心吧，我跟她说了，我这是专门做道具的，一切东西都不能实际使用。她也跟我签了协议了。看到这条消息，我知道幺蛾子要来了。我立马跟我爸妈说出了我的想法，然后连夜搬家，准备出国前坚决不出现。果然，钱婆婆疯了，她拿着假彩票去彩票站兑奖。这次总没有人来兑奖吧？快给我办理预约！我的身份手续都齐全。彩票站的工作人员互相使了个眼色，一个安抚住钱婆婆，另一个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很快，警察到来，现场就抓捕了钱婆婆。她因为违反了彩票管理条例，用假彩票进行诈骗，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。钱婆婆出现在新闻中，整个人比之前看起来年轻了10岁。不得不说，高科技手段确实厉害。但她面目可憎，看起来丑陋至极。她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什么我能成功，而她却失败了呢？所以她托人说想要见我一面，爸妈陪着我一起来看她。她拿起话筒：“我和我儿子欠了几百万，我要的不多，只要你帮我们把这个窟窿堵上，我就不举报你用假彩票兑奖这件事。”我笑着对他说：“那你举报我好了。”他面色一僵：“你什么意思？我的彩票不是假的呀，怎么可能？你放屁！”那天晚上，他的话忽然一滞，我靠近玻璃隔挡，替他把话说完。“是啊，
那天晚上你换走了我的彩票，可是我又起来换回了我的彩票。钱婆婆愤怒的要喷出火焰来了，我真的好害怕她下一秒会冲我大喊一声皮卡皮、皮卡丘。她咣的一声把话筒砸到了我面前的玻璃隔板上，然后对我疯狂输出。没一会儿就被狱警押着给弄回了监狱。吴德也知道真相了，他丢了工作，身上背着巨额债务。邻居说他跑到我家门口跪了很久，哭喊着要见我，说他错了，他爱的还是我，求我给他一个机会。可邻居跟他说，这家人已经搬走了，你再哭只会打扰我们休息。他哭到横膈膜抽筋，搬去哪里了？天涯海角我都要找到他，人家出国读书去了。吴德眼神恍惚，满面愁容。现在的他真的想找我，恐怕连一张飞机票都买不起吧。他把豪车卖了，钱婆婆曾经一掷千金的那些奢侈品全都大打折扣，只有3张邮轮票还能卖点钱。我托朋友帮我拍下了那3张转手的票，以12万的价格全都拿下。不得不说，豪华邮轮真的是人生一大享受。我把邮轮上途经的精美画面拍了下来，然后洗成照片，邮寄给在监狱里踩缝纫机的钱婆婆。狱警说她总发疯，说自己的福分被吸走了，说自己做鬼也不放过我，这就叫死不悔改。她到现在还自信地认为自己是个绝色佳人，天神下凡，只是遇人不淑，被别人坑害至此。吴德的新老婆把孩子流掉了，然后一脚就踹了他，跟另一个有钱人远走高飞了。熟人说他像个怨妇一样，整天以泪洗面。家里的房子被银行收回了，所有东西变卖得一干二净。他又回去给老同学磕头，希望老同学能再给他一个岗位赚钱糊口。可那个老同学挠了挠头皮，皱着眉对他说，我头发上的米饭粒刚洗干净，你还想再扣盆屎上来吗？吴德听出来人家没好气，站起来灰溜溜地走了。我在国外进修的课程是学前教育，几年后回到老家，进入了一家幼儿园做高级幼师。我给爸妈买了大房子，买了代步车，不贵，但足够用，剩下很多钱。我存了定期。我是个普通家庭长大的孩子，小时候我家甚至是有点穷，所以我没有任何经商头脑，我也不想折腾的自己和家人太过疲倦，柴米油盐的小日子更适合我。这些钱总有一天会花光，只是我希望慢一些，让幸福持久一些。每年出去旅游1、2次，时常吃点好吃的东西，满足一下口欲，这就足够了。我没有什么大志向，我也不认为自己配得上奢靡的有钱人的生活。我的父母也是同类人，他们很想念自己的家乡，于是我们就回来了。我想去那个改变我一生的彩票站看看，可彩票站围着很多人，很难挤进去，上面扯着一张又大又醒目的条幅，可喜可贺。我站开出3000万巨额奖金，日复一日风吹日晒，横幅已经残破不堪，旁边有人低语，看到没，就是那娘俩，像疯子似的，天天买彩票，口袋里的钱饭都不舍得吃，全砸进来了。我伸长脖子向里面看，那边赫然坐着2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，是吴德和钱婆婆。2个人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，头发也乱七八糟，看起来十分落魄。身边的陌生人还在闲聊，为什么呀？这不是有毛病吗？嗨，这家彩票站爆出过大奖，你看那个老太太，她说大奖就是她中的，那她现在咋混成这样了？她那个彩票是假的，自己找人做的，然后去兑奖，被现场抓了个正着。然后呢，最近刚出狱，然后就说自己福气又聚拢了，还能开出来大奖，
于是跟他儿子2个人赚2个钱就来买彩票，大笔大笔的买，饭都不吃。彩票站的老板这时也吼了起来：哎呀，走吧走吧，快走吧！你们2个堵在门口又没钱买，还让不让我做生意了？钱婆婆凶巴巴地贴上人家胸口：你说什么屁话？撵我走！我可是能中3000万的人。好好好，你中3000万，你先拿出钱来买彩票再说。吴德在他们身后大气不敢喘，钱婆婆依然跟人家没完没了。忽然后面有人大喊了一声：就在那个彩票站，快去抓这娘俩，这回别让他们跑了。吴德和钱婆婆一听喊声，拔腿就跑。看吧，出来之后还不起债，又跑去借高利贷，整天被人追着揍。我叹了口气，转身离开了。没多久，就听说吴德被人打残了一条腿，钱婆婆也坐上了轮椅。几天后，我的旧号码收到一条钱婆婆的消息：听说你回来了，我不多要，你给我100万，我就不去你家找你麻烦了。我关掉手机，拔出卡，远远地丢了出去。忽然间明白了爸爸在我小时候总说的一句话：狗改不了吃屎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：逃单的，快去抓住那个逃单的！当我妈气冲冲地从柜台后冲出来的时候，门口的桌子上哪里还有人影，只剩下了一桌子的残羹冷饭。我爸听着这动静，慢悠悠地从隔壁剔着牙走出去，顺带着还往地上吐了一大口痰。不就是一个逃单的，至于吗？大呼小叫的，丢不丢人？老子们家大业大，还愁这点钱，老子请得起。我妈听后瞬间红了眼眶。那一桌200多，你知道要多少桌才能赚回来吗？而且妈现在还等着用钱呢。我爸听后原本面色上出现了一抹难堪，但很快隔壁出来了一个长相清婉、气质却淡然的女人。这女人是隔壁麻将铺的老板娘，人称红姨。怎么了呀，涛哥？原本我爸还一副心疼的模样，但看见那女人出来之后，瞬间变了脸色，拿出了自己的男子气概，对着面前的椅子就踢了过去，堪堪砸在了我妈面前。椅子腿飞了，砸到了我妈的腿上。妈了个巴子，臭老娘们，一天天的就像个废物，连收个钱都收不好，老子养着你有什么用？我妈见状，眼眶又红了一瞬，走到我爸旁边，伸手拉着他的胳膊，语气中带着委屈：老公，你砸到我了，为什么你又去这个狐狸精那儿了？红姨听后脸色瞬间就变了。我说钟小霞，你说话可要讲证据，张口就说我是狐狸精，信不信我告你诽谤？红姨虽说语气是嚣张的，但是看着我爸眼神的时候，却带着委屈。看着我爸一阵心疼，立马转身哄着红姨，同时还怒斥了我妈：钟小霞，别一天天的像个泼妇一样，红儿可和你不一样。我妈见状，眼眶又红了一瞬，看着我的时候，眼神中带着求助。我冷眼看着眼前的一幕，要是之前，我还会帮着我妈，但这种事情发生多了后，我索性也就罚了，劝过我妈离婚，但我妈每次都怒斥我：周思颖，你是不是就见不得我好？我和你爸之间没有问题，你少在这里嚼舌根。偶尔我妈被我爸气得狠了，还会给我一巴掌，渐渐的，我也就麻木了。我默默地对着那桌子残羹剩饭拍了照后，又拿着收银账单去了派出所报警。这种事情发生了多少次我记不清了，渐渐有些麻木了。我爸妈向来如此。从派出所出来后，我接到了弟弟周伟杰的电话：姐，给我转2000块钱。我顿时怒火中烧，我哪里来的2000块钱转给你？但是周伟杰听后却从嘴里发出了一阵嘲笑：别以为我不知道，
你自己在外面偷偷兼职呢，我妈都告诉我了。我深呼了一口气，只觉得胸口胀胀的，继续找一个发泄口。快点的，我等着买鞋呢，好不容易排上号，现在就差2000块了。周伟杰的语气吊儿郎当的，我听着怒气越来越盛。周伟杰，我手指紧紧捏着手机，太阳穴的神经剧烈地跳动着。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？你以为现在是什么时候？你都高3了，我求求你做个人，成熟一点。手机对面的周伟杰嘴里发出了一阵冷笑。周思颖，老子叫你一声姐是给你面子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周思颖，老子告诉你，我可是家里唯一的一个男丁，家里所有的钱以后都是我的。你就是一个女人，妈都告诉我了，你就是一个赔钱货，等你大学毕业就把你嫁出去。一个大学生现在好歹还能卖个20万呢，这些钱以后都是我的。我握着手机的手微微颤抖，仿佛全身的力气都被抽走了。我努力平复着自己的呼吸，挂断了电话，不再和周伟杰说话。但是周伟杰的电话却一个接着一个的打了过来，我索性直接开了飞行模式。我知道我的家庭是不好的，恋爱脑的妈，爱赌博的爸，重病在床的奶奶和虚荣的弟，但我却从没有想到这些话会是我妈说的。奶奶重男轻女，这一点我从小就知道。到我大了一点的时候，我也只是觉得这就是老人家自己的固有偏见，所以我尽力的在证明自己，就算是女孩子也可以很厉害。所以我拼了命的学习，只为了证明女孩子也不差。我却没想到我妈会说出这些话。当我失魂落魄重新回到店里的时候，我妈第一时间冲了出来。怎么样了？警察怎么说？我看着我妈，突然觉得浑身都没力气，鬼使神差的，我说了一句不知道。我妈听着我的话，整个人瞬间炸了，伸着手打在我身上。她出手很重，肩膀、腰上、背上，甚至是腿上都被踹了一脚。要你有什么用？你个赔钱货！你就在一旁看着，也不知道把那桌子人拦住，那可是200多块钱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皱着眉听着我妈的声音，突然就烦了，伸出手拦住了她落下来的拳头，一字一句地问着她：妈，我真的赔钱货吗？我妈原本还在气头上，听着我的话，一下子就蹲在地上开始哭了起来。不是的，思颖，妈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看着我妈的样子，不自觉的，我突然就笑出了声。我回学校了。我留下这句话后，转身就走，但是我妈却把我拦了下来。你要走了，那你奶奶怎么办？思颖，我这里实在是忙不开。你爸他，我不想听我妈的话，十分不耐烦地开口。奶奶是没孙子吗？她又不喜欢我，我去干嘛？你怎么不去？周洪涛怎么不去？啪！清脆地把掌声落到了我的脸上。我被打得歪过了头，想哭，但没有泪水，只觉得心凉。站在医院门口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自己骨子里的奴性被激了出来，心还是软。尽管都知道了家里人的性子，但我还是来了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妈每次被我爸打了之后，她都会拉着我的手：思颖啊，妈只有你了，现在她也是只有我的，只有我能使唤，不然就只有她来医院了。我还没到病房门口的时候，就听见了奶奶的声音。从她中气十足的声音里，根本察觉不出来她是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。还是你们家好啊，2个小子，不像我，只有一个可怜的孙子哦。我提着保温桶走进了病房，奶奶看见我的时候，眼神中充斥着不耐。隔壁床的大妈看不下去了，回对着奶奶：你这不是还站着个水灵灵的大孙女，听说还是985的，成绩又好，瞧着这长得多标致啊！
奶奶白了我一眼，嘴里充斥着冷哼：“还不是我家基因好，孙女有什么用？迟早都是要嫁出去的，不像我孙子，刚才还给我打电话呢。”我将保温桶放到了病床旁的床头柜上。周伟杰打电话找你要钱了。奶奶听着我的话，一下子就憋红了脸，像是自己的心事被戳穿了似的，直接指着我的鼻子怒骂：“你个死丫头，胡乱说什么呢你？我大孙子打电话是来关心我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轮得到你在面前说三道四，不要脸的赔钱货！”隔壁床的大妈听不下去，直接把帘子拉着关上了。奶奶嘴里还在骂骂咧咧的，孙女都是一些白眼狼，就是不如孙子孝顺，还是985呢？不就一个破学校，女的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最后还不都是便宜了别人？伟杰马上就高考了，等着看吧，他肯定比你考得好。我再也听不下去，停下了手中给奶奶打开保温桶的动作。奶奶，读书读得多就是为了能理解你这种老太太，无知的老太太。奶奶明显被我的话激怒，一旁的心电显示仪上的线发出了疯狂的折线。刚才说话的大妈隔着帘子也忍不住发出了声：“你个死贱人，还不是你爷爷的基因好？要不是他，你能有这个脑子读到大学？要不是看在你可怜的份儿上，我肯定早就在你18岁的时候就把你发卖了出去。死贱人就是没有我孙子懂事。”我听着奶奶的话，不由得笑出了声，嘴里淡淡的说着：“好啊，周伟杰确实好，那你让他来照顾你吧，我走了。”我说完这话后，转身就走，任由奶奶在身后叫骂。记忆中的奶奶一直都在拿我爷爷说事，说要不是因为我爷爷，我是绝对不会有这么好的脑子。爷爷是教书先生，不是什么正规的教书先生，就是读过几年书，在村里自己办了一个简陋的课堂。小时候，我经常坐在爷爷搭的棚子里听他讲课。他那个时候总说：“囡囡啊，你一定要好好读书，有机会一定要走出去看看，不要被困在家里了。”我也一直记得爷爷说过的话，在家里也只有爷爷会叫我囡囡，只有爷爷在我被周伟杰欺负的时候给我出头。你是个男人，就算你是弟弟，怎么能欺负女人呢？囡囡是姐姐，你应该帮衬着她。但每次周伟杰被爷爷教训后，就跑去了奶奶的怀里告状。渐渐的，奶奶也越来越讨厌我，好像家里能给我温暖的人只有爷爷了。可惜爷爷走得很早，在我读高中那年去世了。爷爷去世前，当着全家的面说让我一定要读大学，也是因为爷爷，我才能有继续读书的机会。不然，就像我奶奶说的那样，早就被嫁出去了。回到学校后，我很忙。今年我该毕业了，一边忙着毕业的事情，还得一边找工作。但这时候，我妈的电话却打来了：“思颖啊，在干什么呢？你啥时候回家呢？你奶奶想你了。”手机那边，我妈的语气非常高兴，但我眉心却一跳，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会发生。而且，奶奶怎么会想我呢？我很忙，最近都不会回家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妈听后，语气就带着一丝不耐了。这不回家怎么能行呢？一个女孩子老是住在学校，这像是什么样子？我被气笑了。当初我报大学的时候，原本想去远一点的学校，但是我妈却说她舍不得我，所以我报了一个本地的学校。可是当我读了大学后，我妈却说我住学校就可以了。我的房间被改成了周伟杰的电竞房，所以我每次回家的时候都是睡的客厅沙发。妈，我回去后有地方住吗？我妈听着我的话，显然是愣了一下。反正你快回来吧。我妈说完后就挂断了电话。思来想去间，我还是决定不回去了。
反正回去也没有什么好事。可是没想到，我妈却来学校找我了。但她不是一个人来的，她身边还跟着一个胖子，一个能打我爸，而且才打死了老婆的胖子。那胖子上下扫了我一眼，随后递给了我妈一张银行卡，20万给你了，这女的我带走了。那胖子说着就要扯过我的胳膊，将我拖出去。宿舍门口围堵了很多人，都前来观看这场闹剧，甚至有些人还拿着手机录了下来，还有一些人在拍照实时转播。我妈也察觉到了现在的情况，面上有些不好看，只想快点逃离这里，和那胖子一起拉着我。我只觉得好笑，原来我妈也觉得这样丢人呐。我顿时拔高了音量：“妈，你为了20万就把我卖了吗？这叔叔我记得，经常来你店里吃饭的。之前他老婆来的时候，还打了他老婆一顿。你要把我卖给他吗？”周围的人听着我的话，纷纷瞪大了眸子，竖起了耳朵。越来越多的人拿起了手机记录了下来。我对这些倒是无所谓，我可没有什么受害者有罪论。妈，你真的为了20万就把我卖了吗？我再次放声大吼，面上浮现出了不可思议。周围窃窃私语的声音越来越大，那胖子面上也有些受不住，指着距离他最近的镜头怒骂着：“录什么录，给老子删了！”我妈的一张脸羞得通红，拽着我的力度变得越来越大。我双手紧紧抓住了宿舍的门框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妈为了20万把我卖了，报警啊！直到我的呼声出来，周围围观的人有些才拿起了手机报警。有了第一个人，就有了第二个人。这是女生宿舍，一些人原本看着那胖子5大3粗的，还有些害怕，但是看见有人报警之后，就有站出来为我说话了。这里是学校，你怎么能抢人呢？说话的是一个看上去文文弱弱的女生，我对她投去了一个感激的眼神。渐渐的，有更多的人站出来为我说话，人群中的议论声越来越大。紧接着，还有些胆子大、看不下去的人上前来帮我。现在是文明社会，又不是什么旧社会，怎么还兴卖女儿求彩礼呢？大家快来看呐！亲妈卖女儿，卖了20万。现在抢人呢！我看着有些人的手机屏幕上出现了直播的画面，我看着我妈，心里在默默发笑。他们的脑回路究竟是什么？怎么会想到在学校里抢人呢？连网络社会和最基本的认知都没有。这里是学校，不是他的小店，也不是村里。我家原本是在小山村里的，但是后来我爸接触到了赌博，心里想赚钱，这才搬到了城里。我妈靠着她做饭的手艺开了一家小饭店，生意说来也行，但是经不住有一个爱赌博的爸，每赚1分钱，我爸就赌1分，所以家里算不上富裕。但是尽管我家搬到了城里有一些年份了，我爸妈的认知还停留在他们的世界里，觉得女儿就是用来嫁人的，而且只要有彩礼就能把人送过去了。但是啊，这里是学校啊，周围都是脑子里有东西的，不是我爸妈那样的蠢货。宿舍阿姨是率先被这动静叫来的人，宿舍阿姨一来就大力地拉开了我妈，将我护在了身后。有你这么当妈的吗？看看你周围这个男的，和你年纪都差不多，你们说是来看女儿的，我才放你们进来的。要是知道你们进来就为了将人强行带走，我是怎么都不会放你们进来的。那胖子明显被激怒了，听着报警的时候，他眼里明显有些慌张。我妈渐渐被周围的声音说得有些受不住，还不等警察来，她就和胖子走了。我蹲坐在宿舍门口，胸口剧烈的上下起伏，像是渡了一个巨大的劫。我对着周围勇敢站出来帮助我的女孩子和宿舍阿姨深深鞠了一躬。辅导员姗姗来迟，
和他一起来的还有警察。辅导员是个博士刚刚毕业的女生，平时就像是大姐姐一样。她将我抱在了怀里，轻轻拍打着我的背：“没事了，没事了呀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你给警察仔仔细细地说，只要你在学校一天，就没有人能把你带走。”我听着辅导员温柔的声音，不知怎么的，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。心里所有的委屈似乎都在这一场闹剧中被激了出来。警察后面去到我妈的店里找过他们了，也给了他们警告，让他们把彩礼还回去。现在讲究自由恋爱，不是收了彩礼就要嫁人的。网络舆论的威力很大，再加上这一件事本来就很离谱，所有的正义之士都在网上讨论这件事。渐渐的，我妈的小餐馆被扒了出来，当然，被扒出的还有我的家庭。天哪，这究竟是什么家庭啊？太惨了吧！还是985名校的学生，怎么会摊上这样的家庭？这家饭馆我之前还去过，那老板偷工减料的，听说还有一个好赌博的爸。是啊，还家暴。我就住在附近，而且那个爸还出轨隔壁的麻将铺的老板娘。那个妈明明知道，但就是忍着。我真是无语了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家庭？他弟弟我也知道，就在我们学校，成绩在学校垫底的，还天天买球鞋装逼。谁能想到他妈会为了20万卖女儿啊？听说那小子还经常找他姐要钱。网络上的争论的声音很大，我妈和我爸连带着周伟杰都给我打了许多的电话，但我全都不接。就算接起来，我也知道他们要说什么，无非就是我读书做什么，都是要嫁出去的。现在还把事情闹得这么大，说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但这我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胖子不是我带来的，也不是我让他们在学校闹的。要想彻底避开我爸妈和周伟杰是不可能的，但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最后他们竟然找到了我兼职的地方。明明我兼职的咖啡店，我谁都没有告诉过。当周伟杰找到咖啡店的时候，我刚做好一杯滚烫的咖啡，周伟杰一来就抢过了我手中的咖啡，直接泼到了我身上。贱人，都怪你，让我在学校里丢尽了人，老子的名声都被你破坏了。站在我面前的周伟杰显然一副被气急了的样子，满脸涨得通红。如果是不知道具体情况的人，还以为是我把周伟杰怎么样了呢。咖啡很烫，但好在没泼到我脸上，但是手臂上被烫红了一片。我连忙冲到了洗手池里，用冷水冲刷着伤口。周伟杰仍旧在大吼大叫，整个咖啡店里都充斥着周伟杰的怒骂声。但很快就有人发现，我是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20万彩礼的当事人。咖啡店的人第一时间拿起了手机拍照，上传到网上。但是周伟杰显然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，对着周围的手机镜头大放厥词：“来呀，拍呀，她周思颖是我姐，我奶奶现在病重了，就该让她去换彩礼，这是我的家事，和你们有关系吗？一个个的傻逼只知道用手机拍照，来呀，拍呀，朝着老子的脸上拍，来呀！”店里的经理眼看着事情越闹越大，直接拿起了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。周伟杰见状，立马想逃，但是却被店里的人拦了下来。怎么，有胆子泼人，没胆子认？跑什么跑？我们这些人是和你们家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们有良心，这是你姐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可以随意买卖的。把你球鞋卖了，不就有钱了？周伟杰终归还是一个少年人，听着咖啡店里的人你一言我一嘴的，很快就败下阵来，但是嘴里依旧嚣张，甚至还拿出了手机拨通了我爸的电话：“爸，你快来，我找到周思颖那贱人了，他还要报警抓我，你再不来我就要被带进警察局了。
我心里不由得再次气笑了。这家里除了我，就没一个脑子好使的人了吧？有些人看不下去了，也直接笑了出来。你马上都要读大学的人，遇到事情还是知道告状啊？你放心，这局子你进定了。周伟杰不堪其辱，直接一拳头打到了说话那人的脸上。但是周伟杰的运气不太好，被打的那个男人是个练家子。男人衬衣被崩开的一瞬，露出了结实的肌肉。那男的应该早就想打人了，正好又是周伟杰先出的手，于是后续就是周伟杰被那男的按在了地上，狠狠地摩擦。那男的在揍完周伟杰后，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神色慌张地走到了我面前。那个姑娘，你弟弟。我嘴角带着笑意，谢谢你，他上个月就成年了。男人的话音刚落，警察就来了，将地上的周伟杰从地上拖了起来。我和那个男的一起去到了警察局，坐在警车的路上，那男的对我伸出了手。你好，认识一下，我叫霍思妍，周思颖。在警察局见到我爸妈的时候，他们两个看着我的眼神都带着毒。死贱人，你怎么能把你弟弟送进警察局？我心里无奈，我真的是冤枉。我还没有责怪周伟杰突然来了，把我的工作搞没了呢。因为事情闹得太大，我也知道我在咖啡店里工作之后，肯定还会有这种事情，所以刚才我已经向店长辞职了。而且那咖啡店也被他们知道了，我也是待不下去的。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来第二次呢？派出所里的警察听着我爸妈的话，直接拍了拍桌子：“这里是警察局，请注意你们的言行。因为是我弟弟先出手打人的，而且他还满了18岁。要是得不到霍思妍的谅解，被霍思妍起诉的话，还会蹲局子。”那是我头一见到我爸妈低声下气地求别人。后面霍思妍看了看我，最后决定讹我爸妈一笔钱。我听着霍思妍的决定摇了摇头，他们都要把我卖了，怎么会有钱给他呢？我知道霍思妍其实也只是想帮我出口气，所以我还是要谢谢他，谢谢他替我挺身而出。虽说被按在地上摩擦的人是我的亲弟弟，霍思妍害怕我爸妈报复我，一路将我送回了学校。原本我以为可以苟在学校里混到毕业，但意外还是来了。我不可能一直躲在学校不出门的，但我没想到，我第一次出校门的时候就遇到了意外。当我再一次醒来的时候，我手脚都被绑住了。门外传来了热闹的声音，似乎是在庆祝。我心里立马有了不好的预感，口腔里也被塞了布条，还被胶带封住了嘴。正在我用力挣扎的时候，房间门却开了，来的是那个胖子。门外站着的还有我爸妈和周伟杰。看着这一幕的时候，我心里已经了然，这就是我的家人，朝夕相处了22年的家人，最后为了20万，还是将我绑给了这胖子，打死了自己的媳妇的胖子。一瞬间，我心里浮现出了无限的绝望。那胖子的身影渐渐朝着我走来，在我脸上拍了拍：“死贱人，让老子丢了那么大的脸！”胖子说完后，一脚踹在了我的肚子上，眼眶里瞬间就浮现出了生理性的泪水。胖子的力量不小，而且他这一脚还带着怒气。我妈看着胖子打我的时候，眼神中透露着担忧。那个，我这姑娘细皮嫩肉的。但是我妈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那胖子狠狠地瞪了回去。这是老子花了20万买来的，你个死老娘们再说一句，老子连你一起打！我妈听着胖子威胁她的话，拉了拉我爸的衣袖，但是我爸面上十分不耐烦，抽开了自己的手，转而拨弄着手机。从我爸的手机中，我还听见了隔壁麻将铺红姨的声音。至于周伟杰，则是顶着眼眶上还没消散的黑青，面上带着讪笑，对那胖子说：“姐夫，
我这姐就是欠收拾，你好好教育教育她。”胖子嘴里充斥着猥琐的笑，继而又拍了拍我的脸，拍完后就开始解着自己的衣服。老子自然是要好好教育的，不过都是老子买来的人了，自然是在床上好好教育了。胖子说完，我感觉到身上一轻，鼻息间传来了那胖子身上的腥臭味，身体几乎是下意识的就想吐，但是嘴巴被封住了，我只能身体颤抖着干呕。那胖子显然是察觉到了我的嫌弃，将我重重地砸在了房间的床上，紧接着开始粗暴地撕扯我的衣服，心里的绝望达到了巅峰。我看着我妈将房间门给我关上了，她最后看我的眼神似乎是带着怜悯，但更多的却是冷血。死贱人，让老子来好好教你规矩。身上最后一块布料被撕碎的时候，我开始疯狂挣扎。我想再坚持一下，万一呢？万一有希望呢？哪怕希望很渺茫，时间没过1分，我心里就绝望1分。可是当那胖子倾身而上的时候，都没有万一。那胖子骑在我身上，用力的大喘，可能是因为太胖，所以没有几分钟就停了动作，甚至他还没真正的毁了我。可能是那胖子觉得面上受了损，气得在我身上发泄，他的巴掌用力地扇在我身上。我突然就笑了，这胖子显然是被我的笑激怒，所以他打我打得更加用力。在那胖子准备用棍子在我脑袋上来一棍子的时候，房间门被破开了，警察进来的一瞬间，我似乎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。我在出门的时候就报告了辅导员，而且告诉了辅导员我大概回来的时间，这也是我和辅导员的约定。要是我在约定的时间超过了1个小时，辅导员还没有收到我进入学校的刷脸提示的时候，他就会报警。所以我一直在等，等辅导员，等警察。我相信辅导员，也相信警察。不是所有人都像我爸妈那样见识浅薄。周伟杰倒是机灵，他还知道将我的手机卡销毁，但是现在的监控无处不在，再加上我爸妈和周伟杰有前科，在辅导员报警的第一时间，警察就查看了校门口所有的监控，最后在路边的一辆面包车上看见了我被迷晕带走的画面。那胖子被警察反手压在地上，戴上了手铐。门外的爸妈和周伟杰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好心的警察姐姐给了我一套衣服，将我小心翼翼地带去了医院，检查了身上的伤口。但好在，除了外伤，我还是我，干干净净的我，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我也是之后才知道，原来那胖子准备绑了我的第2天就准备结婚的。他认为只要他占有了我，再结个婚，我就是他老婆了。我听后只觉得可笑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能认为只要有钱就能买老婆呢？我也是头一次知道了，人和人之间的认知是不同的。后续的事情很简单，那胖子因为绑架、强奸未遂、故意伤害罪被判入狱，甚至还被警察发现了他的前妻是被他活生生打死的。至于我爸妈，也因为绑架罪被判入狱了。当然，他们进去之前还不忘了捞一下周伟杰，说周伟杰是被他们逼迫的。周伟杰马上就要高考了，说不能毁了他儿子的前途。我听后心里真是拔凉拔凉的，但显然他们高估了周伟杰的智商。事实证明，我的脑子好不等于周伟杰的脑子好，这和奶奶说的家里基因好没有任何关系。周伟杰在知道自己的20万没了，以及爸妈还要入狱后，立马就炸了，在警察局里哭闹。凭什么？我才是儿子，把周思颖卖了给我换钱，不是应该的吗？什么绑架？我们收了那胖子的钱，周思颖本来就卖出去了。
你们凭什么判定我们的罪？有罪的不是我们。警察局里的警察听后都不禁摇了摇头，别说警察了，就连路过的狗听后都要摇一摇头。不得不说，这认知和都没读过书没有关系。周伟杰都高3了，脑子还是不好使，这证明有些人的认知和脑子也就只能那样了。等爸妈和周伟杰被关进去后，我去医院看奶奶，但是却被医生告知奶奶早就死了，被拉去火化了。我心里不禁有了疑惑，还是隔壁床的那个大妈告诉的我，你爸之前来过医院，让你奶奶别治了，说他欠钱了，需要20万。你奶奶听后啊，当天晚上就跳了楼自杀，死之前还碎碎念着，说什么他这辈子最心疼的就是他儿子和孙子，要是他自己给他们造成了负担，他宁愿去死。我听着大妈的话，心里很难受。奶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去世了，虽说她不喜欢我，但她好歹是我奶奶，心里还是有些不舍。奶奶的骨灰就在我妈的小店里面放着，就连一个坟墓都没给奶奶买。爸妈的银行卡里什么钱都没有。等我走出我妈的餐馆的时候，收房租的来了。我看了一眼房东太太，原本还想说些什么，但是房东太太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好孩子，苦了你了，你走吧，我自己处理这铺子。”隔壁麻将铺的红姨走了出来，看着我怀中的骨灰盒，拨弄了一下手中的红指甲。也不知道你妈怎么想的，为了那么一个烂人赔上了自己，明明知道你爸的破事，又爱赌又爱嫖的，就是不离开他。我听着红姨的话，心里不免有些唏嘘，原来她都知道，而且还很清醒。红姨还想和我说些什么，但很快又有一个看上去和我爸差不多的人来到了麻将铺门口。红姨十分熟稔地挽上了那男人的胳膊：“静哥，你可好久都没来了，我这儿可是来了新玩意儿。”但是红姨的话还没说完，那男人身后突然窜出了几个便衣民警，直接将红姨的铺子查封了，最后红姨也锒铛入狱。也不知道红姨和我妈会不会在监狱中相遇。至于我妈，闹了这么大一出事，网友也很好奇我的近况，甚至还有很多人在蹲我事情的后续。索性我直接开了一个账号，发了一个视频，总结了这件事情的始末。我将奶奶的骨灰带回了村子里，我看着昔日童年的好友已经成了2个孩子的妈，涌动了一下嘴唇，但是好友却像是不认识我一般，还将他的孩子牵着走了，似乎我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人一般。我嘴角不由得勾起了一抹笑。人的认知真的是很可怕的东西。我回到了老房子，将奶奶的骨灰埋在了门前的大树下，给她立了一个简易的牌子：“奶奶，女孩子多读书的好处就是能够远离愚蠢的认知。”我一直都记得爷爷的话，所以我现在想出去看看了。世界那么大，我总能流浪到属于我的地方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爸妈常说家永远是我的港湾，所以失业后我回了老家，可他们却在我到家的第2天，将家里所有吃的喝的用的都明码标记了价格，压榨了我们20多年不说，现在竟还有脸回来啃我们这一把老骨头，将来嫁出去还要带走一大坨。谁说养女儿不是养前世的冤孽呢？我在房间里听到他们大声地跟邻居们的抱怨。我打量着这个房子，这里面那一砖那一瓦不是我工作后赚来的。我冷笑着勾了勾唇，失业分到了上市公司的原始股份，实现了财富自由才是真的。以后要吃东西，要用纸什么的得先给钱。我妈麻利地将柜子上了锁，她一脸厌恶地把我推开，指着我脚下的地不停地抱怨：“别人刚擦就踩，真不知道长个眼睛干什么用，站在那像个木桩，
真晦气！他将喝这水的擦布摔到了我脸上，带着异味的冰污水顺着的我脑袋一路流进我的衣服里。寒冽的冬季，我不由得打了个冷战。房租只算你1500，一天才50，比宾馆便宜了不知道多少倍。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不知道吗？就不知道干点活，想把我这把老骨头活活累死你才甘心是不是？他骂骂咧咧地走了出去。我看着被他紧锁起来的柜子，那柜子里的东西昨天明明是专门买回来讨好我的。我只是告诉他们，工作压力太重，我得了抑郁症以后恐怕不好找工作。他们的态度便立马变了。可这房子明明是我给他们买的，他跟我爸这几年没有工作，我弟的大学都是我供的。我叹了口气，人心还真是现实。可若是他们知道我没有失业，而是分到了上市公司的原始股份，实现了财富自由呢？原本是想先吓吓他们，再给他们一个惊喜，可现在我却更想看看他们的真面目到底能有多恶心人。擦完了地，我刚出门就被我爸给拦住了。你天天在家躺着啃老，你好意思吗？我给你找了个工作，你今晚就先去施工。我爸蹙着眉，满眼的嫌弃，天天在家啃老，我也不过才回来2天而已。我强忍着怒火，问他什么工作？保姆。我爸斜睨了我一眼，你一个有精神病的人能去做人家的保姆，都是别人给你面子，你别在这给我挑三拣四啊！抑郁症什么时候成精神病了？我还没来得及反驳，我妈气冲冲地走了过来，举着我的身份证还有手机。你弟弟还在上大学，你别想一个人跑出去混日子，等你把你弟弟的学费、买房子的钱、娶媳妇的钱赚完了，我们就放你走。你要是敢嫌弃这个工作不去，老子今天就把你这个只吃不做的蛀虫打死。说完，我妈薅起袖子做事就要打我。见状，我只能先答应了下来。第二天一早上厕所时，我才意外发现自己大姨妈来了。刚准备伸手拿纸，才发现纸已经被我妈锁了起来。我大声唤她，她不耐烦地走到门口，踹了门一脚：“叫魂呐！喊什么喊？我大姨妈来了，你给我拿点纸，还有卫生纸。”谁知我妈只是冷哼一声：“要用纸可以呀，先给钱。”昨晚上她跟我爸已经将我身上的钱还有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抢走了。他明知道我现在没钱了，这不是故意刁难我吗？我强忍着眼里的泪水，压下喉间的哽咽，威胁他道：“你可以不给我纸，大不了我不站起来，刚好我今天就不用去施工了。”威胁果然奏效，他骂骂咧咧地去拿了纸。开门，他声音中夹杂了怒火。我刚把门压下去，他一脚就将门踹开了，然后不顾我狼狈的模样，拽着我的头发将我摔到了地上。你这个贱蹄子，竟敢威胁我！给了你几天好颜色，你就敢给我开染房了是吧？他一边骂着，脚一边凶狠地往我肚子上踹。我生理期本就疼痛异常，被他这么一踹，仿佛血管爆裂一般，止不住地往外流。我捂着肚子，脸色苍白，疼得眼泪不停地往外冒。他扔下纸巾，警告道：“给你半个小时，不出来，老子打死你！”说完，他便扬长而去。我不想再重复刚才难堪的场面，只能强撑着力气，给自己收拾好，扶着墙走了出去。王英看了眼我，又警惕地往厕所看了眼，看到地上没有被收拾的那一片狼藉，他骂骂咧咧地拎着拖把，一边拖一边骂：“你这个晦气的东西！早知道生你的时候就应该把你捂死，省得现在活着碍我的眼睛。要不是怕耽误了你去施工的时间，我一定要好好收拾你一顿。你等着，等你去了江静家，有你好受的。”江静，雇我去当保姆的竟然是江静，
他从小便喜欢遭我黄谣，污蔑我作弊，偷我作业，想法设法的霸凌我。以前他欺负我，我妈总会轻描淡写地说，都是朋友间闹着玩。可他现在明明知道江静不会给我好受。我强忍着内心的憋屈，敲响了江静家的门。据说江静辍学后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土豪。早前她还在同学群里炫耀，顺便拉踩我。会读书有什么用？女孩子到头来不还是要嫁人，嫁得好才是真本事。她大张旗鼓地在同学群里艾特我，你说是吧？李盼儿，听说你现在还在外面租房打工呢。与其在外面荒废度日，不如回来踏踏实实嫁个人。当时我们公司正在上市的紧要关头，我忙得要死，根本没闲工夫搭理他。门被从里面打开，江静抱着孩子，一身雍容华贵地出现在我面前。与其说雍容华贵，不如说他是将他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套在了身上，看起来十分的凌乱。哎呀，这是谁呀？这不是我们的大学霸李盼儿吗？早跟你说了，在外面混着，还不如早点回来，踏踏实实嫁人。你看看，你现在都快30了，没钱没工作，现在竟然还要我接济你。他捂着嘴偷笑，眼里满是得意。我一把推开他，进了屋。不是说让我来施工吗？耽误我的时间没关系，耽误了你的时间可就不好了。我皮笑肉不笑，冲他挤了个比鬼还难看的笑脸。你倒蛮有服务意识的，你在大城市是不是都是这么卑躬屈膝的给别人干活的呀？他嘴角微挑，眼底透露出满意的神情。我懒得理他，反正他这种人只会想象别人过得多么不好来承托自己。他见我竟然没反驳，于是便将他怀中的孩子捆绑到了我背上，指使着我干活。他大概是故意留了一堆的家务等着我来干，成堆的衣服，成堆的碗。我一边干活，他一边戏谑道：名牌大学出来还不是只能做个保姆，就连做个保姆也还是我看在叔叔阿姨的面子上给你一份工作。读书读得再多有什么用啊？出来工作还是不是2、3千，还不如人家送外卖的。真是白白浪费了父母的辛苦钱，以为自己多能干，在大城市晃荡了这么多年，活活把自己熬成了快30的老姑娘，以后又能嫁什么人呢？他在我耳边咂舌，眼神里的鄙夷毫不掩饰。哎呀，这衣服怎么染色了？我拎起一件又一件，只见每一件衣服被都各种各样的颜色染得面目全非。洗衣服嘛，我是不会的，但捣乱我还是会的。江静既然这么想在我身上找存在感，那就看他要不要因此把我赶出去喽。看着满盆颜色各异的衣服，江静打电话叫来了我妈。阿姨，我是看在你们的面子上才好心给他一个工作的，可没想到我这好心竟被当作驴肝肺了。王英连忙安慰他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他一般计较。这衣服，王英看了眼盆里的衣服，眼神在落到我身上时恨不得要吃人。你说你这个猪脑子干什么中用啊？王英当着江静的面一点面子也没给我，伸手就是又打又掐，然后他直接将我的外套扒了下来，只剩下一件打底短袖。你别看这个衣服普通，这个贱人可舍得给自己花钱了。这衣服是名牌，好几千呢。阿姨把这个赔给你，你算算还差多少，就拿他之后的工资抵。他要是再敢犯蠢，看我打不打死他。说着，他又给了我一脚。现在都已经入冬了，我本身大姨妈就来了，还要冷水洗这些衣服，根本就受不了。可王英跟江静根本就不顾我的死活，拿着我的衣服就出去坐在了客厅。江静，这次可多亏了你，这个万人骑的赔钱货压榨了我们20多年不说，现在竟还有脸回来啃我们这一把老骨头。
将来嫁出去还要带走一大坨，养她简直就是养前世的冤孽。哪像你，你看看你现在都已经成家立业了，还住着这么好的房子，她以后恐怕就是个孤独终老，死都不知道死在哪里的命。在我妈的心里，我就是这么的不堪。刺骨的冷水让从前的记忆再次涌入我脑海。从小到大，这样的一盆盆的冷水，衣服我洗了不知道多少。王英甚至不会顾及我大姨妈来没来，所以这才会导致我现在姨妈疼。这些年隔得远，反倒模糊了他们本来的样子。自从我大学毕业能赚钱之后，他们的态度极度的卑微讨好，所以才一度让我觉得他们对我是有爱的。冷风吹人醒，心底缓缓涌起一股平静的凉意。我忍受了一天的委屈，才在王英热络地跟江静谈话的时候，找到了逃跑的空隙。这周围的邻居早就在我妈的编排下，相信我是一个只会啃老的无耻之人，他们是不会帮我的。所以我走了很久，走了很远，才找人借了手机，给我的下属打了电话，让他来接我。只可惜这里都是老人，他们用的都是老年机，不然我今天就可以让他转钱过来，想办法离开这里。我在街边坐着，刚喘息了一会，王英就带着一大群人找了过来。我看着他坐在三轮车上，指着我，咬牙大喊道：“就是他，我家那万人旗就在那。”他从三轮车上飞快地跳下来，走到我身边，薅起我的头发，便是一顿暴打。打完之后又仰天大哭。我王英的命怎么就这么哭啊？养了这么一个讨债的，花了我几十万读书不说，现在连工作都找不到，还要啃我们的棺材本。我不过就是说了他几句，他就要死要活地威胁我。他哭得五体投地，一把眼泪一把灰，看起来十分的可怜。周围的人又都是他带来的，我这个不孝女的名声早就被他唱了出去。此刻周围人看着我的眼神里皆是毫不掩饰的鄙夷。你这姑娘这么不听话，留在身边别把你们气病了，干脆随便找个人把她嫁出去算了。听说她还跟他妈对着干，还高材生，书都读狗肚子里去了，花这么多钱送她读书，到头来还要回家来把这两个老骨头啃个精光，真就是他父母上辈子欠他的。他们每说一句，便将那满是鄙夷的目光投到我身上，恨不能替我爸妈亲手料理我这个不孝女。先前还好心借我手机的那个老爷爷，此刻听到他们这么说，立马晦气地将自己的手机擦了又擦。我觉得好笑，若父母真的爱孩子，又怎么会忍心孩子因为自己背上骂名，遭人唾弃？我被强制带回了家，客厅里他们都在劝我爸妈，这样不听话的姑娘，随便找个人嫁了算了。对呀，把她嫁出去，你们也算是完成了父母应尽的责任。她以后嫁到夫家，再不听话的话，是生是死那都是她的命。一天未尽时，我虚脱地躺在床上，我妈的回答像一阵风吹进了我的耳朵，异常的清晰。她这样的也找不到什么好人家，就是不知道哪里有什么傻的缺的能相看一下。窗外的冷风吹进来，却不及心底的半点寒。哎呀，王姨，我老公他兄弟不就是个傻的？我婆婆这不正在帮他找呢吗？你家李盼儿他是见过的，这亲事我就能做决定。咱两家最好就是早点把这日子定下来，免得夜长梦多。是江静的声音。江静跟我妈说完，又迫不及待地来贬低我。李盼儿，你可是高材生啊，当年咱们县里的第一名，老师心目中的好孩子。可现在你却要嫁给一个傻子。江静捂着嘴，笑声还是忍不住地从嘴角溢了出来。你以前不是最能逞强了吗？可你以后一辈子都要活在我的脚下，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。
江静说着，见我没反应，他的手落到我的腿上，狠狠地掐着我的腿。见我仍旧没有反应，他走到我的跟前，抬起我的下巴，强迫我与他对视。那傻子很多事都不懂，你当了傻子的媳妇，但同时你也是很多人的媳妇。他嘴角划过一丝狡黠的笑。你妈说你是万人，其还真是没说错。我本想留着点力气等他们来接我，不想跟他一般计较，可没想到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我。我一把抓住他的手，反手便将他扣在了床上，顺势将他骑在了腿下。原本不想跟你计较，是你非要上赶着挨揍的。我一巴掌接着一巴掌甩到他脸上。好在我为了锻炼身体，学了几年的泰拳，如今正好用在他身上。救命啊！救命！听着外面闹哄哄的声音，我笑了，他们可听不到。说罢，甩手又是一个巴掌。江静伤痕累累的出去后，一群人又骂骂咧咧地走了进来。王英率先替江静往我身上拍了一巴掌。你怎么跟个疯狗一样，谁都咬？你知不知道你以后能不能嫁进韩家，都得靠江静？我觉得好笑，冷声反问他：谁告诉你我要嫁进韩家了？谁告诉你我要嫁给一个傻子了？他眼底划过一丝轻蔑，冷笑道：这事还轮不到你做主，只要韩家答应了，我让你嫁你就得嫁。韩家在市里的工程刚好是我们分公司的，我敢嫁，他们敢娶吗？周围人传来不屑的嬉笑声。还不想嫁？韩家那么有钱，看不看得上他还是问题，还看不起傻子，说不定傻子还看不起他呢。就他这个样，正常人家谁看得上他？还挑三拣四，都30了还没钱没工作，啃老还好意思吼他妈？我看着他们一张张鄙夷的脸，实在是难忍厌烦，起身挨个指着他们吼道：滚不滚？不滚，我逮谁咬谁！我张着嘴，做事要咬。见状，他们那一群人吓得立马落荒而逃。对付他们这些人，只有发疯才是最奏效的。傍晚，正吃着饭，耳边传来我妈得意的声音：韩家那边说了，明天大家见一面，他们把彩礼一给，咱们这个事也算是板上钉钉了。我余光瞥了眼大门跟窗户，他们都已经用木条钉死了。我忽然就笑了，你们何必弄成这样，像是要卖女儿似的，多难看！我又没说不嫁，只要他韩家敢娶我。据我所知，韩家这几年发家靠的就是那点工程款。可是韩家从一穷二白到又是买别墅又是买豪车，他从来没得那么多钱。第二天我还没睡醒，门就被从外面撬开了。我爸妈合力将我用绳子绑了起来，送到了韩家。不过等我们到韩家的时候，韩家已经无暇顾及我们了。听说他家来了了不得的贵客，韩家一家人整整齐齐地迎接嘛，嘴脸极尽的卑微讨好。江静专门过来炫耀：李盼儿，你不是也在市工作？那你知道致远集团吗？他眼底的狡黠，像是一个大人在逗着一个小孩玩。你肯定不知道，一看你就是躲在贫民窟的出租房里混吃等死的，哪里能接触得到这样的大人物？今天来的那个可是致远集团副总的助理，人家随随便便谈的生意都是上亿。他鄙夷地戳着我的脑袋，朝我脸上喷口水。你再看看你，听说他的学历还不如你呢，你一个名牌大学生的高材生，竟沦落到给傻子当老婆。他咂了咂舌，眼中满是嘲讽。我平静地看向他，那你知道他这次来是干什么吗？自然是来跟我们家谈大生意的。看着他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，我没忍住冷哼了声。你哼什么哼？江静暴怒地看着我。李盼儿，你还以为自己是那个不可一世的学霸呢？说着，
他揪着我的头发，一把将我摔到了地上。我因为浑身被捆绑，无力还手，听着门外越来越近的脚步声，我大喊了起来：“陈州，我在这！”陈州就是我助理，若门外是他的话，他此刻应该听到了我的声音。江静见状，连忙跑过来，用手捂住了我的嘴。我奋力挣扎，死死地咬着他的手。江静紧咬着牙，怨毒地看着我。皮鞋踢地的声音越来越近，直到门被打开。我怀揣着期许抬起头，老公。江静看到来人是韩家大儿子韩宇，连忙迎了上去。这个贱人竟然敢咬我！她举起她手上那带着血迹的牙齿印，娇嗔地看着她老公。谁知她老公目光一直色眯眯地盯着我，根本就没管她，更是一把将她推开，朝我扑了过来。李盼儿，我盼了你这么多年，没想到你最后真的嫁到了我们家。我那傻子弟弟蠢得很，不过你好好伺候我也是一样的。老公。江静不甘心地看着我，却在韩宇的怒视下闭上了嘴。回头，韩宇那油腻的手就已经伸了上来，我拼尽全力将他推开，冲他大吼：“你有病吧？我认识你吗？连自己的弟媳妇也惦记，你简直比畜生还畜生！您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”他挑了挑眉，笑道：“当初因为一封情书，我被你们班主任当众羞辱的时候，你这么快就忘了？当众我被他们嘲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可现在您可不是天鹅了。”说罢，他又扑了过来，我一脚将他踹开，没想到他抬手给我就是一巴掌。给你点颜色，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女神呢？李盼儿，你现在就是一个人尽可夫的贱人，轮得到你给我摆谱吗？我死死咬着牙，他要是再赶过来，我就算是咬，也要把他要死。就在我紧攥着手，准备跟他们同归于尽的时候，外面响起了陈州的声音：“韩总，您在哪呢？”闻声，韩宇这才不甘心地起身，临走前叮嘱江静，把他嘴巴堵上，莫脏了别人的眼睛。韩总，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来是要找人的。我领导回老家出了点事，但是我现在联系不上他。你看看你人脉广，能不能帮我问问，竟一门之隔。可我现在却被江静死死地掐住了喉咙，连声音都发不出来。没想到致远集团副总的老家竟在咱们这，咱还真是有缘分啊！找人的事，咱当然乐意效劳，不过敢问副总的尊姓，我好找人打听打听。林晓。听到林晓这两个字，我的心如坠地窖。当初计划生育，为了生弟弟，我爸妈一直没给我上户口，直到上初中，我的初中班主任找我父母沟通无果，又不愿意看着我没书读，所以认了我当干女儿，跟他姓。我的身份证上叫林晓，为了不跟我爸妈更加生分，在上大学之前我都叫李盼儿。李盼儿，盼儿子。不管是我的名字还是我的户口，无一不表明我父母心里一点都不在乎我，承认自己的父母不爱自己这件事，我直到快30了才做到。我释然地勾了勾唇，试图摆动着腿踢到门上，发出动静，引起陈州的注意。这里面有老鼠吗？怎么这么大动静？听着陈州满是疑惑的声音，我的心里只有3个字：扣工资，狠狠地扣。老鼠你的大头鬼，我是你老板呢。韩宇解释，这里面放的粮食刚放了猫进去，可能就是在抓老鼠吧。我现在就开车带你出去问问。听着渐行渐远的脚步声，我握紧了拳头，想逃。江静拽着我的头发将我拖了回去，她双手死死地掐着我的肉，眼底是刻骨的恨意。李盼儿，你还真是让人不省心啊！都到这个地步了，竟然还能勾引上我老公。看着他眼底越来越深的恨意，
我故意刺激他，将进引狼入室，说的就是你吧？还想处处压着我，以后有我，你们的小家就别想好过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看着他那猩红的眼睛，我笑了。你有本事现在就放我走啊！就怕你不敢。你也看出来了，我也算你老公心里的白月光。不管你放不放走，你都会跟着遭殃。不过长痛还是短痛？江静眼泪滑落，咬牙看向我：“你不就是想走吗？我放你走。”他果断地帮我解开了绳子。现在我爸妈正跟韩家父母在一起聊天，我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回去把身份证拿回来。与其靠陈州，不如靠我自己。我悄悄回了家，果然如我所料，我爸妈没在家。我快速地跑进来我爸妈的房间，将所有的证件都翻了出来。我几乎翻遍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，但最后都没有找到我的身份证跟手机，甚至连1分钱都没找到。这么看来，我的身份证跟手机应该在他们身上，而他们对我早有防备，所以家里没放任何值钱的东西，不敢耽搁。既然自己走不了，但就只能再跑远一点，去找打电话给陈州，让他来接我。我这么想着，可刚打开门，便开到站在门口一脸怒火的爸妈：“你这个贱蹄子，你竟然还想跑！”我妈说着，伸手就要上来薅我的头发，我快速躲过，可我爸却从另外一边直接给了我一耳光。我妈见状，再次伸手揪住了我的头发。他们2个人一拳一拳地在我身上发泄着怒火，直到他们打到没有了力气，而我已经鼻青脸肿，浑身青紫。我妈气喘呼呼地叉着腰怒骂：“你想自己跑出去潇洒，让我们遭受韩家的怒火是吧？我可跟你说，韩家给了我们30万彩礼，就算是把你腿打断，我们也得把你扔到韩家去。想跑，你再敢跑，我们就真把你这条腿打折。”说着，我妈用脚狠狠地踩着我的腿，反复踩压，我疼到不自觉流出了生理泪水。我爸斜睨着我，满眼的轻蔑：“李盼儿，你最后的价值也就值这30万了，刚好够给你弟再买个车，这也是你的福气。你这个死丫头，以后嫁到韩家也要想办法哄着韩家那傻子给你钱，然后你再给你弟弟，否则……”他晃动了他的拳头：“老子打死你这个赔钱货！”我不甘心地问：“我跟弟弟都是你们的孩子，为什么我反倒像你们的仇人？”我爸嗤笑一声，义正言辞道：“你是女儿，你弟是儿子，能比吗？儿子能传宗接代，能给我们养老送终，你能吗？送你读了名牌大学，最后也指望不上。若不是被韩家那傻子看上了，我们还要给你倒贴一笔嫁妆钱。你这个赔钱货还好意思问有什么差别？我早就不奢望他们对我还有爱，刚才那么问不过是想转移他们的注意力。趁他们不注意，我奋力打开了门，光脚往楼下跑。我爸顺着楼梯直接将纸巾盒砸在了我脑袋上，瞬间鲜红的血液立马顺着额角流了下来。我不顾不上那么多，只顾着往前跑。我回头，我身后不只有我爸我妈在追，还有许多邻居也跟着追了上来。“李盼儿，你竟然逃了出来！”我抬头就看见韩宇站在巷子口，身后是我爸妈，前面是韩宇，我逃不掉了。陈州呢？我还没看到陈州的身影，就已经被韩宇冲过来抓住了。拿了我们家的彩礼，竟然还想跑！他青筋暴起，愤怒地指着我的爸妈：“你们难道想耍我们不成？”我爸妈吓得连忙摆手，指着我道：“都是他，是他自己要跑，跟我们没关系。他自小便自以为是主意大，我们也是拿他没办法。主意大是吧？”韩宇冷哼一声，薅起袖子朝我走了过来：“女人不听话，都是没打好的。”
说话间，他已经朝我举起了手，眼看巴掌就要落到我身上，却在半路被一只手死死握住。陈州蹙眉看着他，怒声道：“你知道他是谁吗？”韩宇将大肥肚一挺，笑道：“我当然知道他是谁。我家出了30万彩礼，她是我们给我那傻子弟弟娶的媳妇。”荒唐！陈州几乎是从牙缝里将这几个字挤了出来。他可是我们公司的副总。什么？众人齐齐看向我，我被陈州搀扶了起来。他在我跟前连连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林总，我来晚了。”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被我爸妈挤到了一边。你刚刚叫他林总对吧？他姓李，叫李帕尔。你一定是认错人了。他们再三强调。我笑了，爸妈，难道你们忘了，初中那年我没办法上学，是林老师认我做了干女儿。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林晓。他们二人双双怔愣在了原地，不愿意相信眼前的事实，嘴里嘟囔着：“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是那么大公司的副总？不可能的，有什么不可能？我当初是以全市第一上的最高学府，工作8年，我从来没敢放松过一天。老家房子全款加装修，我一共给你们打了80万，弟弟读书20万。这些年零零散散，你们的生活费也有30万了。你以为这些钱是我去抢的吗？还是说你们骗别人，自己也相信了？你们2个在家玩了这么多年的人，能自己卖得起房？”我此话一出，之前还站在我爸妈那边替他们感到不值的人，忽然就有了脑子。事后这些年也没看到他们出去赚过钱。他家还有一个大学生呢，之前是他们自己说他们做生意存了一笔钱，但现在想想，他们那时候还欠别人钱呢。原来这么多年都是他们在啃女儿啊，那也真好意思说女儿啃他们老。我爸极爱面子，听到周围邻居这么说，连忙怒斥我：“你这个小妮子，就算你是大公司副总怎么了？你身上带着老子的血，有本事你割7斤3两的肉还给我们。割肉不可能，但当初我让他们来办的房产证写的是我的名字，现在那房子我要买出去。至于你们……”我冷冷地看向他们。反斜杠 B 啃老确实不好，但同样啃女儿也不道德，所以以后你们便自食其力吧。卖房子，我妈吓得声音颤抖。房子不能卖，卖了我跟你爸住那呀。你弟以后怎么娶媳妇啊？他死死地拦着我，要卖也可以，再给我们买一个大的，像韩家那样的大别墅，这样你弟也好娶媳妇。说着，他开始幻想的嘴角上扬。我一把拨开他，冷笑道：“妈，别白日做梦了。以后我不会再给你们拿1分钱，你们大可以去法庭告我，然后我按例每个月给你们卖额度内的大白馒头。既然你们说我是不孝女，是赔钱货，那我可要好好坐实我的罪名。”我勾了勾唇，走到了韩宇身边。这些年，你又是买别墅，又是买豪车的，你是哪来的那么多钱？往期给你的工程款，你都用到哪去了？我冰冷异常的声音极尽威压，被戳破的韩宇连忙摇头否认：“我没有用不该用的工程款，是吗？”我目光掠过他惊恐的眼睛，具体的情况之后会由专门的人员来核查。我叹了口气，公事公办。不过，我们公司选择合作方的首要条件之一，便是对方的人品。很显然，你韩宇不够格。除了公事，我眼神掠过在场的每一个人，还有私事。我被非法殴打、囚禁，甚至是被亲生父母当作物品买卖，一桩桩一件件，都还得请你们去警察局坐一坐。我话音刚落，警报声便响了起来。2辆警察车前后将他们包围。韩宇见状，彻底的怕了，跪在我脚下求饶：“李总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过我吧，放过你。
若不是陈州出现及时，你会放过我吗？我甩开了韩宇的手，带走。韩宇被抓后，江静也来求过我。彼时，韩家的家产已全部被查抄，他背着一个大的，抱着一个小的，脸上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气焰嚣张。打开门，看到我，眼底划过一丝尴尬。李帕儿，先前都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你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但你可不可以看在这2个小孩的份上饶了韩宇？外面下着雨，他跟孩子都已经被雨水打湿。我叫来助理，将孩子带到屋里去找干衣服换换。看到我将他孩子带进屋，他眼底升起了希意。李帕儿，我就知道你不是绝情狠心的人。我冷淡地看着他，解释：孩子还小，他不该成为你的工具。我可怜他们，但却不会可怜你。韩宇触犯了法律，该怎么判我不会插手。至于你，你想尽办法地折辱我，我只是还没来得及找你算账，不代表我不会找你算账。他看着我，拳头缓缓攥紧。李帕儿，凭什么你从小到大处处都要压我一头？凭什么你就能比我们所有人都过得好？说罢，他从他背后掏出一把刀，狠狠地刺向我。我对他早有防备，及时抓住他的手，保安也及时赶到，将他抓住。凭什么？凭我读书时没日没夜地看书学习，而你却在想着如何逃课？凭我不间断工作时，你在想着找一个有钱的男人一劳永逸？还有，我从来都没有把你放在眼里过，你不配。韩家彻底倒台，韩宇坐牢，江静从前有多炫耀，现在恨他的人就越多。一个极爱面子的人，又怎能忍受被人贴脸嘲讽？听说江静被整疯了，韩家已经有一个傻子了，不想再多一个疯子。韩家嫌他累赘，也干脆不管他，任由着他每天光着身子在街上乱转。我没想到，我之前寄回去的那么多钱都被我爸妈挥霍光了。我弟也早把我给他的20万花光了。我弟要上学，我爸妈没钱，于是就把我告上了法庭。但最后也只是判我每月给他们几百生活费，几百块根本不够他们租房生活，还要给弟弟。迫于无奈，现在每天天不亮，我爸妈就得起床扫大街。但这一切的一切都跟我没关系了。我们公司成功上市，我分到了原始股份，提前实现财富自由，也终于有时间看看世界了。